我镇守华夏10年，曾于白宫上空胡英国5星上将布林肯，在西洋单手力压航母灭十国联军，登樱花岛斩巴西大蛇头卢旋在晋国神策。回国时，12战神齐刷刷单膝跪地，奉上战神玉玺，请我登临战神殿殿主之位，率领100万银龙军横扫外敌。然而我却对那无上权柄视若无睹。从今日起，世间再无正式战神，唯有普通人林峰。我如今之愿，只想护我父母和妹妹一生无恙。话音落下，我一步踏出，天地空间骤然收缩，仅是几个呼吸之间，便来到了万里之外。此时我站在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平房前，不由得心里一酸。10年前我在去找女朋友陈一诺的路上，因 S 级军令紧急应召入伍，甚至连跟家人告别的机会都没有。如今10年过去，不知道父母妹妹是否安好。我一边思索着，一边降落到了地上。而就在这时，小平房的门忽然被人推开，伴随着一道恐惧的哭喊声，2个凶狠的男人拖拽着一个女生走了出来。我错了，我不要拆迁款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嘴老实点儿！见到这一幕，我的面色骤变。小瑶，竟然有人敢欺负我的妹妹，找死！唰的一下，我的身体瞬移到2个凶狠男人的面前。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，给我滚，否则后果自负！为首的光头刀疤脸立马反应了过来，直接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。小子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他话刚说一半，我的双手便如闪电般探出，一把抓住了2人的手。小子，你给我松开！知道老子是谁吗？敢管我们3口堂的事，完了！闻言，我冷哼一声，一股灵气便顺着我的双手钻进了2人的身体当中。随后我猛地一发力，直接将他们丢飞出去了10几米远。若不是妹妹在这里，我必要凌迟了这2个混蛋，用灵气搅碎他们的命脉，真是太便宜他们了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连忙转头看向了自己的妹妹。小瑶，你没事吧？林云瑶神色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始终与我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。这位大哥，谢谢你。我见妹妹这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一股悲意从心底升起。小瑶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哥哥林峰啊。林云瑶愣了一下，记忆深处的那张脸逐渐与我融合到了一起，眼眶不自觉地再次泛起泪花。你认错了，我没有哥哥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心像被撕碎了一样疼。小瑶，你怎么……我话刚说一半，便被林云瑶的吼声给打断。别叫我小瑶，爸妈去世的时候你不在，现在房子快拆迁了你才回来。林峰，我不想去随意揣度你，可你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。我身子一颤，下意识抓住了他的肩膀。你说什么？爸妈去世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他们的身体不是一直好好的吗？闻言，林云瑶再也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。就在你消失的第2年，他们为了找你散尽家财，结果在路上被车撞倒，就这么走了。说着，他一把甩开了我的手，声音变得冰冷。林峰，你现在怎么混成这个样子？难不成被那个陈一诺给抛弃了？现在无家可归，所以想着回来了？你可真不是个人。我连忙开口解释。小瑶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有些欲言又止。军机不可泄露，虽然边关现在暂时平定，但要是被敌国知道我不在边境，必定会趁机反攻，所以我回国的消息绝不能传出去。滚开！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，也不想再看到你。从爸妈去世的那一刻起，我在这个世界就没有亲人了。林峰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听到这话，我如遭雷击，直接呆滞在了原地，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跑回了小平房内，锁死了门栓。我呆呆地看着紧闭的大门，心中无限凄凉，好半晌才稳住了情绪。小瑶，无论你相不相信我，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那就不会再走了。拆迁款什么的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你是我的妹妹，哥以后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虽然隔着一道厚厚的铁门，但我依旧能清晰地听到妹妹正在掩嘴哭泣。小瑶，你先好好睡一觉吧，哥就在外面守着，有什么事情叫哥就行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便在院子中找到一处平坦的角落坐了下来，整理着自己的思绪。既然爸妈已经故去，那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照顾妹妹和潜心修炼。至于陈一诺，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追忆起来。陈一诺是我当年的女朋友，我们从高中开始相恋，足足交往了7年，她甚至已经答应了要嫁给我。可惜阴差阳错，我长叹了一口气，不由得苦笑了一声。一诺，10年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估计你现在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吧？罢了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收敛了思绪，我开始修炼起了师傅传授给我的9天仙眼法。这功法是他从一处秘境所得，可惜他天资不够，无法修炼，只能把希望寄予在我的身上。而我也不负众望，仅仅10年就已经超越了他，举世无敌。1夜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我于入定中睁开了双眸。就在这时，平房的门被推开了，林云瑶端着一盆脏衣服走了出来。小瑶，你要洗衣服是吗？我帮你洗啊。林云瑶瞪了我一眼，让开，不用你帮。我直接抢过了他手中的洗衣盆，向着河边走去。跟哥客气什么？我来。可刚一蹲下，我就发现盆里装着的衣物已经因为反复搓洗而发白，忍不住心疼了起来。小瑶，这些衣服别要了，哥一会去给你买新的。谁料林云瑶却冷漠地瞪了我一眼，扭头就走回了屋内。不用你假惺惺的。我苦笑了一声，快速将衣服洗干净晾了起来，随后便准备出门去赚点钱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院子门口突然驶来了一辆粉色的小汽车，一名打扮时髦的女孩子从车上走了下来。她先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接着便自顾自地朝着院子内走去。小瑶，你在家吗？林云瑶听到她的声音，连忙跑出来迎接。李小可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小可看到林云瑶红彤彤的眼眶，疑惑地皱了皱眉。小瑶，你怎么哭了？林云瑶摇了摇头，连忙将李小可拉进了屋内，只剩我独自站在门外。那女孩应该是瑶瑶的朋友吧？以防万一，还是听一下吧。听音术。此时的房间内，李小可目光看向了门口的方向。哦，门口那个猥琐男是谁啊？看起来不像个好人。林云瑶摇了摇头，不知道，可能是哪里来的流浪汉吧。
想讨份饭吃。殊不知，他们说的话一字不差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。我哪里有这么不堪了？屋里的林云瑶似乎不想再谈论我的事，索性便直接切入了正题。小可，你今天来找我干嘛啊？李小可突然反应了过来。对了，小姚，学校都开学1个月了，你怎么一直不去学校？是不是因为学费的事？林云瑶有些欲言又止，扭头避开了李小可的视线。其实我打算出去工作了，早一点进入社会也是好的，至少能多培养一些工作经验。那怎么行？那没钱你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啊！好不容易考上了金陵大学，怎么可以放弃呢？林云瑶苦笑了一声，没用的，那群人为了廉价买走我的房子，故意给我使绊子，我的贫困证明材料审核一直不通过。闻言，李小可顿时气得咬牙切齿，过分了！你放心，小姚，我这就去找辅导员做募捐活动，一定会让你成功入学的。谁料林云瑶却摇了摇头，算了，小可，找个班上挺好的，等我发工资了，请你吃饭。听到这里，我实在是忍不了了，直接强行推开了大门。想我堂堂正式战神，堪称举世无敌，妹妹竟然会没钱上学。若非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我都不知道妹妹背地里承受了这么多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要将那些欺负妹妹的人全都碎尸万段。不可以，小瑶，你一定要去上学，钱的事情哥来想办法。李小可见我突然闯了进来，连忙将林云瑶护在了身后。你个神经病，不知道私闯民宅是犯法吗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然而我却无视了他的话，心里无比坚定。小瑶，不管你认不认我，念书这件事都没得商量。说完这些话，我便转身离开了这里，直接闪身来到了金陵城市区，同时心中思索着赚钱的方法。虽然这些年我积攒了无尽的财富，但是回国之前我已经放弃了正式战神之位，下定决心做一个普通人。那些钱也留给了在边关镇守的将士们。现在身上没什么钱，但是对我来说赚钱并不难，无论是布阵炼药，还是看病看风水，都是手拿把掐。简单的思索了片刻，我直接来到了城北的江宁百货交易集市。据我所知，这里什么都卖，也什么人都有，是一个三不管地带。走进集市之后，我随便找了一处地方，在地上的石砖上写下了几个字：出租自己2小时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会，价格面议。随后便盘坐下来，静待着有缘人上门。由于我的招牌打得实在响亮，许多行人都跑来凑热闹，甚至有一些人抱着调戏的态度，故意问出一些很奇葩的问题，像是能不能治疗阳痿啊，能不能加长5厘米啊之类的。对此我自然是不会搭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粗犷的声音忽然传进了我的耳里：老大，这个人太年轻了，一看就是在吹牛逼，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如果再找不到解决办法，工地上可能会出大问题啊！可是能降妖驱鬼的高人哪有这么好找啊？听到这里，我循声望去，只见不远处的悍马车上正有一群人在打量着我。我心念一动，立即大声吆喝起来：无所不能，无所不会，尤其擅长驱魔降妖。家里面有脏东西，尽管放心来。吆喝完之后，我直接收起摊子准备离开，可还不等我走出2步，悍马车上突然冲下来一个中年男人将我拦住。小兄弟，请留步。我嘴角微翘，停下脚步打量了他一番。此人气度不凡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，要么是混黑的，要么就是身居高位，绝不是普通人。观气术，瞬间我眼前的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，而中年人额头处竟显现出了一团黑气，阳气旺盛，眉间却有煞气缭绕，这是被脏东西缠上了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王冲。他话刚说一半，便被我直接给打断。我时间有限，说是。王冲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将事情的经过都讲了出来。我的工地最近出现了一些很邪门的事，工友们说半夜里总是能听到小孩子的哭声，而且就在昨天晚上，有人半夜出去上厕所，说是碰到了黄皮子讨风，直接生了一场大病，就连医院也查不出什么问题。闻言，我心中已经猜到了个大概。如今虽是末法时代，但这天地之间还有些微弱的灵气，会诞生山精鬼怪之类的东西。那只黄鼠狼诞生了灵智，所以故意搞些歪门邪道来满足自己的兽欲。王老板是吧？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不仅是你的工地，就连你自己都会出事。最近几晚睡得不太安稳吧？王冲听到这话，心中顿时有些震惊。小兄弟，真让你说准了，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我，可打开灯却又什么都看不见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吧，只要你能解决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也不跟他客气，10万块，我保证帮你搞定。王冲眼睛顿时微眯起来。小兄弟，10万块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如果你能解决，那自然是皆大欢喜。但若是你敢骗我，不用怀疑，我捏死你这样的人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不屑地笑了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骗你，就算我骗了你，你也奈何不了我。闻言，王冲不由得笑了起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跟我去工地吧。谁料我却摇了摇头，转身就去集市上买来了一副笔墨纸砚，在上面随意写了几个字后就递给了王冲。他接过那张鬼画符，随即脸色阴沉地看着我。你千万别告诉我，拿着这张纸就能解决我工地的问题。我认真地点了点头。不错，你回去把这个贴在工地门口，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纸，上面有我以灵气为默写的符文，只要那个黄鼠狼不是脑残，看到这个符文绝对会离开。王冲严重怀疑我在骗他，可当他看到我一本正经的模样后，心里又有些拿不定主意。好啊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如果你敢骗我，我保证你全家都得陪葬。此言一出，我的眼神冷了下来，周围的温度瞬间降到了0点。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面对我世人的目光，王冲浑身汗毛直立，只觉得自己仿佛会随时死掉一般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害怕，但是直觉告诉他必须得服软，不然后果会很严重。
他的直觉曾救了他无数次，所以他立刻摆了摆手。小兄弟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我收回了杀气，语气依旧冰冷。管好你的嘴，有些话不能说。给钱吧，10万块全款付账，概不赊欠。闻言，王冲忍不住松了一口气，连忙叫司机取来一个装满了现金的行李箱，随后从里面取出了10万块现金递给我。我将钱接过，想了想，又掏出了纸笔。其实一张符可能不怎么保险，要不我再给你画2张。王冲忍不住嘴角抽搐，不需要了，1张足够。在他看来，这种破东西10万块一张，他都觉得脑残，怎么可能还会多买几张？我拿着钱直接转身离开。好吧，那你别后悔，以后再想买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离开了交易集市后，我径直朝着附近的商业街走去。路上，我敏锐地察觉到身后有人一直在跟踪我，想来应该是王冲的人。对于这一次的交易，我还是挺满意的。有了这10万块，至少可以解决妹妹的学费了，所以我并未在意。给妹妹买了新衣服和新手机后，我故意当着跟踪者的面走进了一处小巷，直接腾云一空消失在了天际。而身后的跟踪者看到这一幕，赶忙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花了，直到发现我真的飞走了的时候，才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赶忙拿出手机给王冲打去了电话。老大，人跟丢了，不对，他不是人，他自己飞走了。电话另一边的王冲此时正在一家大型工地之中，他放下手机，面色变幻不定。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会飞？那不是扯淡吗？这时，一个工地负责人走了过来。老板，就这张破纸真的能驱邪吗？画的比我那刚上小学的儿子也好不了多少。闻言，王冲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老子钱都花了，不行也得行，否则你说怎么办？话音刚落，王冲的身后就传来一声雷鸣，他惊恐地回头望去，只见那张鬼画符竟散发出了紫色的光芒，一只焦黑的黄鼠狼尸体突兀地出现在鬼画符下面。见此一幕，王冲顿时激动无比，知道自己这是真的遇到高人了，连忙吩咐起了手下，快去查，务必要查到那个高人的下落。而就在黄鼠狼暴毙的同时，距离工地9公里外的一处山洞中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猛吐出了一口鲜血。黄黄出事了，是谁敢动我的黄黄？说着，老人擦了擦嘴角的血渍，脸色狰狞地朝着工地狂奔而去。此时的我为了不引人注意，便拎着大包小包落在了小平房的100米外，准备步行回去。可刚走了没几步，家的方向竟传来了一阵引擎的轰鸣声，我面色骤变，直接开启了先天灵眼。霎时间，小平房的场景顿时被我一览无遗。只见平房前的小院内正停着2辆挖掘机，10几名大汉将林云瑶与李小可团团围住，嘴里喷出各种污秽之词。这2个妞不错啊，放外面至少得花上个3、4千。你想屁吃呢？这可是大学生，至少得1万起步。面对这群人如饥似渴的眼神，林云瑶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小可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闻言，李小可摇了摇头，将林云瑶死死护在了身后。人群中为首一名叫鸡哥的人舔了舔嘴唇，来2个人把这2妞给我绑进车里，其他人去把房子给我拆了。话音落下，立马就有2个小弟坏笑着靠近了2女，而我看到这里，只觉得浑身血液在不断翻涌，体内涌出的杀气直让天地都为之色变。很好，我还没找你们，你们竟敢主动找上门来，龙有逆鳞，处之必死！敢侮辱我的妹妹，必杀！说着，我一步踏出，天地空间骤然收缩，瞬间出现在了小院内，冷漠到极点的声音出现在所有人的耳边。你们2个谁先动，我就先送谁去死。林云瑶闻声看了过来，目光竟有些失神。哥哥，这群地痞流氓在短暂的发懵过后，立即反应了过来。你他妈脑子有病吧？废物东西，老子就动，你能拿老子怎么样？赶紧滚蛋！我面无表情地走到那2个小弟面前，双手迅速探出，同时钳住了他们的脖子，直接举了起来。众人都看傻了眼，2个170、80斤的壮汉，竟然一只手就举起来一个，这得多大力道啊！我随手一丢，2人瞬间倒飞出去10几米远的距离，不知是死是活。随后我将目光移向了不远处的鸡哥，他的眼睛微微眯起，从我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丝危险，但他仗着人多势众，并未感到害怕。他相信只要自己一声令下，我肯定会被他的手下砍得不成人样。看你马呢？看，敢管我们3口堂的事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第2次听到这个势力的名字，我依旧没什么反应，反倒是李小可跟林云瑶面色一白。林云瑶颤颤巍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林峰，要不算了吧？据说金陵大学的学生会长谭子明就是3口堂其中一个堂主的儿子，几乎没人敢惹他，连市领导见到他都要低头喊一声谭少。我回头惊讶地看了一眼妹妹，这还是她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，虽然没有叫我哥哥，但这语气明显是关心我。至于那什么3口堂，到时候抽个时间顺手灭了就行。鸡哥听到林云瑶的话，语气更嚣张了几分。你说算了就算了，把我2个手下打得这么惨，不给个180万医药费，今天这是没完！我冷笑了一声，的确没完，欺负我妹妹的结局注定只有一个。话音落下的一瞬间，我整个人已如利剑一般窜出。鸡哥不屑地挥了挥手，10几名小弟立马抽出钢刀迎了过来。然而不过是几秒钟的时间，所有人竟全都被我打得骨头尽碎。鸡哥整个人都吓傻了，如此战力就是在他们3口堂都没几个人能做到。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。轮到你了。他被我吓得打了个哆嗦，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早知道你这么厉害，打死我也不敢拆你家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的身后突然传来了妹妹的惊呼声：林峰，小心！我抬头看去，只见挖掘机的挖斗竟直直地朝我砸了过来。然而我只是平静地伸出一只手，直接将挖掘机给按停，随后看向了里面的驾驶员。好玩吗？驾驶员直接吓得哭了出来。不好玩，我不玩了，我想回家。我挑了挑眉。好啊，我送你回家。说着，我捡起一颗小石子，直接弹碎了驾驶员的命脉。做完了这一切之后，我转身一脚将鸡哥踹飞了出去。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滚！
吻。鸡哥没想到我就这么放过了他，赶忙带着小弟们落荒而逃。他们不知道我只是趴下到小瑶，刚刚我已经废了他们的命脉，明天他们自会暴毙。而经过这次英雄救美，我明显的感觉到妹妹对我态度好了不少，不仅收下了我的礼物，还愿意留我一起吃晚饭。晚饭后，李小可驱车离开，小平房内只剩下了我们2个人。我主动收拾起了碗筷，结果却发现妹妹一直在看着我。或许妹妹心中还是无法接受我吧。想到这里，我冲她露出了一个微笑。放心吧，我等会把碗筷洗了就离开，没有你的允许，我不会在家里过夜。然而林云瑶却摇了摇头，这里也是你的家，你没必要出去。林峰，10年前你说去找女朋友，然后就一去不返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闻言，我轻轻放下了碗筷，眼神复杂的看着她。对不起，小瑶，我真的是有苦衷的，但我并没有为了女人抛弃你们。林云瑶看向我的眼里充满了失望，连我都要隐瞒吗？我脸上闪过一丝犹豫。原谅我真的不能告诉你，但你看到这个应该就明白了。说着，我伸出了一只手，下一秒，一团湛蓝色的灵火出现在了我的掌心。见状，林云瑶顿时震惊的瞪大了双眼。这是灵火，其中心点的温度高达几千度，能烧毁地球99%的东西。小瑶，我对不起你和爸妈，所以你不管怎么埋怨我，我都不会生气。但是这次我回来，发誓一定要守护你一生无恙。说到这里，林云瑶忽然捂住了嘴，心中的委屈再也憋闷不住。哥，你别说了。他知道我给他看着如此超自然的一幕，自然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。若是被人发现，说不准我会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。他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原谅我的理由而已。不管这个理由有多离谱，我的声音微颤，不敢置信地握住了他的肩膀。小瑶，你叫我什么？闻言，他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哥，是我蛮横任性不讲道理，对不起哥哥。我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，眼里满是疼惜之色。直到深夜，他才停止哭泣，渐渐睡去。我将他放在床上，随后独自一人来到了门外。经过刚刚妹妹的提及，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陈一诺的模样。想着想着，我便用新买的手机登录了企鹅号。刚一登录上，一大堆消息便弹了过来，大多数都是来自10年前好友的慰问。陈一诺也发了很多。你人呢？还来不来娶我？林峰，你再不过来，我爸就要把我嫁给别人了。林峰，你别不回我消息，我害怕。最近的一条消息是在3年前。林峰，我真后悔认识你。看到这里，我的心好似针扎了一样疼，想要发些什么却又不敢下手。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我又点进了他的企鹅空间，里面有很多他的照片，但更多的还是他与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合照。她果然已经嫁人了吗？事到如今，即便我想要挽回，也无力回天。我心里清楚，我们俩已经不可能了，但我还是打算等把妹妹入学的事安排妥当后，就给她留一笔钱，全当做这10年来的亏欠。第2天一早，李小可便驱车赶来，载着我们来到了金陵大学。下车后，他便带着林云瑶去办理了入学手续，而我则是在学校里面闲逛起来。10年前我在这所学校毕业，如今10年过去，这里依旧没变。就在我感慨时间飞快的时候，一道诧异的声音在我的背后响起：“你是林峰？”我停下脚步，循声望去，竟看到了当年的大学同学云景初。虽然我们的关系一般，甚至还闹过一些矛盾，但一别10年，我的心中依旧感到了些许怀念，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意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如今的云景初已经今非昔比，手腕上还戴着一块大金表，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嘴角的笑意更浓了几分。林峰，你这些年上哪发财去了？好几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在。我注意到了他有些戏谑的目光，但并没有过多在意。一般般吧，过得不怎么样。闻言，云景初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如果有需要，尽管找我。我开了一家上市公司，给你安排个保安还是不成问题的。1个月给你开3000，怎么样？我很淡然地摇了摇头，谢谢。不过目前我应该不太需要。见我果断拒绝，云景初竟直接上来搂住了我的肩膀。我说林峰，你现在是真不知道就业环境有多差。虽然这只是一个保安工作，但来应聘的那些没有个硕士学历我都看不上，这也就是你我才松口了。你真不考虑考虑吗？我瞥了一眼他搂着我的手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他兜里突然传来了手机铃声。云景初将电话接起：“王副校长，我已经到学校了，正好我知道一家不错的店，今天我做东，一会见。”挂断电话后，他假惺惺地给我陪笑：“真不好意思了，林峰，我这刚约了王天高副校长吃饭，工作的事情你想清楚了，随时找我。回见。”说着，他直接打开一旁宾利的车门离开了这里。我没在意这个小插曲，继续在校园里闲逛。中午时，林云瑶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哥，我的入学手续办好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”听到妹妹开心的语气，我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那行，我去学校附近的川香阁酒楼等你们。来到川香阁后，林云瑶直接大方地搂住了我的胳膊：“哥，你怎么挑这里？我听别人说这里人均消费1000多呢。”我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：“无妨，今天是你第1天入学，自然要吃的丰盛点。放心吧，哥有钱。”进入到川香阁后，立马就有迎宾小姐将我们接到了大厅处的座位。我将菜单递给了林云瑶和李小可：“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不用看价格。”我话音刚落，门口处就传来了一阵吵闹的闲聊声。我闻声望去，发现竟然是金陵大学的几位领导和云景初，而云景初也在这时看到了我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林峰，真巧啊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。我上午跟你说的工作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他走上前来，在看到林云瑶与李小可两女时，眼中划过一丝贪婪之色。我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，语气平静而冰冷：“是啊，挺巧。”云景初注意到了我的情绪变化，但他并未放在心上。在他看来，自己与我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。这时，一个学校领导走了过来：“云董，这位是你熟人吗？”云景初笑了笑，语气中带着调侃：“王副校长，这位
是我的老同学林峰，当年可是咱们金陵大学的校草呢。闻言，王天高多看了我一眼，热情地提出邀请。既然林峰同学也是咱们的校友，要不就跟我们一块吃吧。云景初嘴角微翘，他这次正是作为优秀校友及捐赠人的身份回校。如果我点头同意，他正好在饭局上拿我来满足他的虚荣心。然而我却摇了摇头，还是算了，我这里有3个人，不方便。云景初将目光再次移向了两女。那有什么？既然是你的朋友，自然可以一起过来。正好我还没跟2位美女认识呢。他话音刚落，我看向他的目光瞬间冷了下来。我说了不方便，你没听到吗？云景初眼睛微眯，似是没想到我敢直接当众对他。不过他并未因此动怒，反而还一脸歉意。林峰，我知道你现在混得不好，看到我这么优秀，心里会不平衡。但我作为老同学，是真心想帮帮你，你总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吧？闻言，我只感觉一阵恶心。滚开！见我还如此不识趣，云景初的面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，凑在我耳边低语：对了，林峰，我前几天好像看见陈一诺了，你猜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我心里一惊，你说什么？一诺他怎么样了？云景初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陪我吃顿饭，我就告诉你。林云瑶担心地抓住了我的手，我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，随后便将目光又挪回了云景初身上。好啊，我就陪你吃这顿饭。见我同意吃饭请求，云景初便带着我们来到了顶层包厢内。一进入包厢，他立马就摆出了东道主的架子，挨个招呼众人坐下。在接下来的饭局中，几个校领导话里话外不断地恭维着他，而我也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了一些信息。金陵大学打算新建一个独立学院，但到了工程尾声还差3000多万的资金，所以希望云景初赞助一点。对此，云景初不屑地摇了摇头，区3000多万而已，对我云景初来说就是不值一提。况且我作为金陵大学的一份子，理应为学校做贡献。说着，他还不着痕迹地看了我一眼。林峰啊，林峰，看到你跟我的差距了没有？3000多万我随手就能拿出来，而你恐怕拿3000块出来都费劲吧。就在大家相谈甚欢之时，王天高忽然语气凌厉地看向了我。云董真是年轻有为，不像有些人小肚鸡肠，什么本事也没有，架子摆的倒是挺高。我王天高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自己没本事还喜欢装逼的人，真是个废物。林云瑶受不了别人挑拨我，立马站起来质问：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哥？王天高冷哼了一声：你是我们学校的新生吧？小小年纪不知分寸，你要是不想上学，我可以满足你。一听这话，我看向他的眼神瞬间冰冷无比。王天高与我对视了一眼，只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头魔鬼给盯上了一般，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，自己身为金陵大学的副校长，何必要怕一个小人物？随即他冷笑了一声：怎么，你还不服气？我面无表情地站起身，语气平静：我曾发过誓，10年归来，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欺负我的妹妹。现在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给我妹妹道歉，我可以考虑饶了你。听了我的话，王天高满脸的嘲弄，让我给这个小丫头片子道歉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的表情不变，但那股冰冷的气场已让整个包厢压抑到了极致。旁边一直看好戏的云景初嘴角微翘，他知道该自己出场了，只要他随便一开口就能化解这场僵局，不仅可以装一波弊，还能让我对他感激涕零。想到这里，他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大家都给我个面子，少说2句。王校长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林峰是我的同学，他妹妹就是我的妹妹。闻言，王天高不在意地耸了耸肩，既然云董都开口了，这次我就原谅他们。众领导见到这一幕，纷纷冲着云景初赞赏地点了点头。一位领导还站出来提醒：林峰，你还不谢谢云董？若不是云董肯出面帮你，你可就惨了。云景初微微一笑：谢什么谢？我俩之间不提这个字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的目光便一直停留在我身上，明显是等着我的感谢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挥出一巴掌将他扇飞了出去，从始至终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目光一直凝视着王天高。给你最后10秒钟的时间向我的妹妹道歉，否则我保证你走不出这个房间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整个包厢都安静了下来。云景初难以置信地捂着自己的脸：林峰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我帮你说话，你还打我？我直接无视了他，开始倒计时。在即将数到1的时候，王天高突然开口：对不起小姑娘，刚刚是我唐突了。此时王天高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丝丝冷汗，强烈的压迫感让他感觉如果自己不道歉，好像就真的会死一样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：既然你道歉了，那刚刚的事情就算过去了。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导致我妹妹退学，明白了吗？说着，我抓起了桌上的杯子，轻轻一用力，便将其捏成了粉末。王天高赶忙点了点头，随后我便将目光移向了云景初，而他也瞪大眼睛怒视着我。云景初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看在同窗的份上，把陈一诺的事情告诉我，我可以当今天的所有事都没发生过。云景初怒极反笑：林峰，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，敢这样跟我说话。说着，他拍了拍手，立马就有8个黑衣保镖冲了进来，而为首的那个光头男子足有2米高，脸上还盘踞着蜈蚣一样的刀疤，光是站在那里，气势就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见此一幕，场中众人皆是心头一惊，纷纷议论了起来：你们快看那个带头的男人，我在电视上见过他，他叫赵虎，据说他不仅获得了80连决格斗赛的冠军，还是一名黄阶武者。什么是武者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武者就是修炼出内力踏入武道境界的人，分为天地玄黄4境。据说一名黄阶武者可以打赢100个普通人。听到众人的议论声，云景初一脸嚣张地扬起了头颅：赵虎，这小子打了我一巴掌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闻言，赵虎捏了捏自己的拳头，我建议先打断他3条腿，然后让他自己说怎么办。云景初大笑一声：就按你说的办。然而他刚说完这句话，我的身体便已经瞬移到了他的身前，手掌直接将他的头按在了墙上，力量之大，甚至墙面都按出了蛛网状的裂痕。区区蝼蚁也敢造次，不知
死活。见此一幕，众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8名保镖急忙上前将我团团围住。赵虎活动了一下筋骨，目光不善地看着我：“小子，原来你也是黄阶武者，有点实力就不知天高地厚。老子可是黄阶后期，对付你连10招都用不上。”我松开了按着云锦初的手，眼神不屑地瞥了赵虎一眼，随后一脚将云锦初踢飞到了他的脚边。云锦初猛地咳出一口鲜血，看向我的眼里充满了杀意。林峰，我要你死，给我上！老子养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他话音落下，7名保镖果断出手，然而我只是轻描淡写的闪转躲避，不过几秒钟的时间，便将所有人打得骨头尽碎。云锦初目眦欲裂，一群废物！赵虎，老子1年花200万请你，给我弄死他！云锦初话音未落，赵虎已然冲了上来，一拳便轰向我的面门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我只是抬起了一只手，竟直接将赵虎的拳头攥在了手里，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抽不出去。这就是200万的保镖吗？也不怎么样。全场陡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一幕。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指尖轻点他的胸口，一条血线瞬间喷发而出。只见赵虎的胸膛之上竟出现了1指粗的孔洞。云锦初愤怒低吼：“不可能！林峰，你肯定是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不然你怎么可能打得过赵虎？”我看着他狰狞的面容，心中顿感索然无味。我没时间跟你耗，把陈一诺的事情告诉我。云锦初似是感觉抓住了我的把柄。你想知道陈一诺的事？好啊，你敢不敢让我打个电话？要是这回你还能安然无恙，我就告诉你陈一诺的事。闻言，我淡定地坐了下来。可以，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若你再敢犹豫，我定让你死无全尸。云锦初听我语气如此狂傲，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心中顿时升起一股火。林峰，你不过就是比较能打架而已，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你和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随后他直接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很快便接通了，一个磁性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：“你哪位？”云锦初顿时露出了谄媚的笑容：“是我啊，王董，我是天景集团的云景初啊，上次咱们还一起吃饭来着。”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震惊万分。云锦初在金陵城绝对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，能让他这般恭敬对待对面那人身份绝对难以想象。王董沉默了片刻，突然开口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是金陵大学分校建设项目的云董没错吧？你有什么事吗？”云锦初见对方还记得自己，脸上满是激动之色：“不敢当，您直接叫我小云就行了。”随后云锦初便将这边的事娓娓道来，希望对方能帮他解决这个麻烦。王董很快回应：“团香阁是吧？我正好就在这附近不远，等我20分钟就过去。”话音落下，电话直接被挂断。云锦初陷入了狂喜之中，他本以为对方会派几个人过来，却没想到他要亲自走一趟。要知道以王董的身份地位，整个金陵城内没几个人能让他亲自出面。就在这时，王天高一脸肃穆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云董，你刚刚口中所说的王董难道是？”王天高欲言又止，似是不敢提及那个名讳。云锦初瞬间收敛了表情：“不错，正是青龙建设集团的王董。”闻言，众人震惊不已。青龙建设集团市值过1000亿，是金陵城在建设工程行业中的龙头企业，其董事长王冲据说还是金陵城3大帮派之一，青龙帮的帮主。可以说王董一跺脚，金陵城都要抖一抖。云锦初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：“这次金陵分校工程的承包公司正是王董控股的天虹工程。上次我去工地考察，恰好碰到了王董，我俩不仅相谈甚欢，还一起吃了饭。”场中众人看向云锦初的目光彻底变了，他们万万没想到云锦初的人脉这么硬，连金陵城内巨头人物都能结交。王天高一脸恭敬地凑了过来：“云董果真是人中龙凤，日后一定要多多照顾我们这些老家伙。”云锦初大方地挥了挥手：“放心吧，各位，喝水不忘挖井人，我云锦初忘了谁，也不会忘了自己的恩师们。”闻言，众人脸上的笑意更甚几分。林云瑶听了他们的话，心里不免有些忧虑：“哥，要不咱们还是走吧，那个王董我们惹不起。”我笑着冲他摇了摇头：“放心吧，小瑶，你先带小可走吧，不用担心我。”林云瑶心里有些犹豫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他知道自己留在这里也没有用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我添麻烦。约莫20分钟过去，包厢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，众人心中一紧，赶忙站了起来。包厢的门很快被人推开，紧接着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人走了进来，在他身后站着的则是一排身穿西装的保镖，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股血煞之气，仿佛是刚刚从战场中走出来的一般，让人看一眼就心悸万分。而我看见来人愣了一下，云锦初请来的靠山竟然是王冲。王冲一进入包厢内，立马将目光锁定在了云锦初的身上，语气中带着烦躁：“谁找你的麻烦？指出来。”他最近工地上的麻烦解决了，但是那个高人却始终没有找到，而且他现在还遇到了更棘手的问题，急需高人相助，这让他心里烦躁不已，因此接到了云锦初的电话才愿意过来，正好教训教训不长眼的东西，给自己出口气。云锦初谄媚的迎了上去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在他看来，王冲脾气越坏，我的下场就会越惨，于是他立马将手指向了我：“王董，就是他。”王冲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来，表情瞬间一愣，一股狂喜涌上心中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他找了这么久的高人，竟然在这里看到。您竟然……我冲他微微的摇了摇头，制止了他没说完的话。王冲顿时心领神会，转而看向了云锦初：“你要教训的人就是他，你想怎么处理？”云锦初忍不住讥笑了一声：“王董，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敢出手打我，我要他受尽折磨而死。”
说着，云景初表情狰狞地看向我。林峰，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等你死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妹妹的。王董，我要她四肢尽断，让她后悔出现在我面前。然而不等云景初说完，王冲反手一巴掌就抽在了云景初的脸上，将云景初抽得眼冒金花，最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见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让所有人都懵了。王天高等人更是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云景初坐在地上，一脸的不知所措。王董，你打错人了吧？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王冲又是一脚踹在了云景初的肚子上。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狗东西，你他妈算老几？也敢找高人麻烦？云景初强忍剧痛，一脸茫然地看向我。什么高人？王董，他就是一个穷小子而已，怎么可能是什么高人？你肯定是被他骗了。王冲面色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。住口！再敢多说一句，老子就废了你！云景初瞪大了眼睛，神经质地跪在地上念叨着：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王冲已经懒得再跟他废话，直接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朝我跪了下来。高人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周围的人见情况不对，生怕惹祸上身，于是便不敢再多留，直接离开了这里。很快，房间内除了我和王冲等人，就只剩下了云景初。我淡淡的瞥了云景初一眼，随后平静地走上前，将脚搭在了他的胳膊上，只是轻轻一用力，他的胳膊便传来了骨裂声。云景初瞬间回过神来，面露绝望地仰视着我，惨叫声顿时响彻整个包厢。林峰，饶了我，我告诉你陈一诺的事。然而我却充耳不闻，又踩断了他的另一只胳膊。你觉得说不说是你可以选择的吗？云景初疼得脸色发白，说话的声音都开始颤抖。林峰，求你看在我们同窗一场的份上，放过我一次吧。他话音刚落，我又把脚挪到了他的膝盖上，狠狠踩碎。云景初凄厉地嘶吼着，巨大的痛苦让他的面色变得狰狞，双眼泛白，几乎要昏厥过去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最后一脚落在了他的胸膛上，直接断绝了他的气息。做完了这一切之后，我蹲下身子，将手放在了他的额头上，开始运转起了法力。搜魂术。下一刻，一道淡绿色的光晕从他的身体中钻出，直接融入了我的身体。王冲在一旁都看呆了，他活了30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匪夷所思的一幕，简直震碎了他的三观。我检查了一下云景初的记忆，亲眼通过他的视角见到了陈一诺领着孩子的模样。先前或许我还心存一丝侥幸，可当我确认陈一诺已经有了孩子以后，还是有些怅然若失。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我将目光移向了王冲。说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王冲面露惧色地看着我，语气不由得恭敬了起来。高人，我工地又出事了。上次我将您给的符纸挂起来以后，工地马上就出现了一只死掉的黄鼠狼。可是当晚就出现了更诡异的事，工地的毛坯建筑无缘无故坍塌，压死了8个工人，而他们的尸体竟自己站起来走进了山里。王冲自认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，但这种邪门的事属实是吓得他遍体生寒。高人，只要你能帮我解决这件事，我愿意出500万。闻言，我不屑地摇了摇头。王老板，你是不是把我想得太便宜了？如果你是诚心打算请我出手，至少也要翻个100倍。王冲惊讶地张大了嘴。5个亿？我点了点头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我收费高，大可以找其他人帮你，恕我不奉陪了。说着，我起身就要离开。王冲心里一急，这个工程他已经投了几百亿，要是解决不了这次的麻烦，他的钱就打水漂了。于是他立马将我拦了下来。等一下，高人，我答应你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被众人簇拥着走出了穿香阁。王冲先是打了个电话，派人处理掉了包厢内的尸体，随后便拉着我上车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倩影忽然从旁边冲了过来。你们放开我哥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我循声望去，只见林云瑶高举着手里的手机，没有丝毫畏惧的直接朝我跑了过来。我将她紧紧搂在怀里，心里涌起一丝温暖。小瑶，我不是让你走吗？你怎么在这？林云瑶紧张地扑在我的怀里。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这群人要带你去哪里？我揉了揉她的头。放心吧，哥只是去帮他们处理一件事情，不会有危险。况且在这世界上能伤我的人根本不存在。说着，我扭头看向了王冲。王老板，麻烦你派人将我妹妹送回去，车费从佣金里面出。王冲悻悻地躬身上前。高人，这是哪里话？来人，快送高人的妹妹回家。话音落下，立刻就有2个保镖走来，将林云瑶接到了车里。直到看见妹妹上了车，我这才松下了一口气。王老板，坐车太慢了，我们飞过去。闻言，王冲愣了一下，他想到了之前手下汇报的那一幕，心里突然涌起一丝不好的预感。但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已经抓住了他的肩膀，随后直接在所有保镖震惊的目光中，化作一缕霞光消失在天际。就在我们飞走之前，一个容貌姣好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，将我拥抱林云瑶的画面全都看在了眼里。她的脸上滑下2行清泪。林峰，我找了你10年，你却已经有了别的女人，从此以后，我陈一诺和你再无瓜葛。说完这句话后，他便离开了这里。此时的我带着王冲御空而行，不过1-2分钟的时间，便来到了他所说的闹鬼工地。一来到这里，周围的阴风便徐徐吹来，直让王冲感到手脚发凉。高人，就是这里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视线扫过周围，立马就发现了问题不对的地方。王老板，我建议你停工，你这里风水太差了。王冲赶忙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。高人，这次工程如果停工，我至少也得亏损好几10个亿啊！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我扭头瞥了他一眼。先不说5亿，只是我帮你解决诈尸的价钱，改变风水跟我没关系。如果要强行改变这里的风水，所牵扯的因果太大，你就是给我500亿，我也不干。总之你就在这里等着吧，我去就回。说着，我一个闪身，直接消失在了王冲面前，出现在了那些尸体所去的太湖山中。经过我神识的一番探查，我很快就找到了一处散发着阴风的山洞。刚走入洞中没多久，我便感觉到前方有着某种禁制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抬手将禁制屏障击碎，来到了洞穴的深处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洞穴深处竟有着一座石台，上面还有一个散发着灵气的小盒子。
我将其取下来仔细端摸，结果在里面发现了一黑一白2颗石头。阴阳双石，这种修炼至宝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这至宝的主人就是那控尸的幕后黑手？想到这里，我毫不客气地将其收了起来，并一把火将这里烧了个干净。就在我即将离开这里的时候，一面墙后竟传来了女人的呼救声。我眉头一皱，直接将那面墙击碎，见到了里面的景象。只见一个身穿兔女郎服饰的女生正被五花大绑丢在角落。我上前抽出了她嘴里的破布，疑惑地看着她：你是谁？怎么穿成这样，出现在这深山老林里？少女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我叫江西宁，我记得自己刚刚还在打游戏，结果突然睡着了，一醒来就在这里了。大哥哥，你是我爸爸派来救我的吧？闻言我摇了摇头，我只是路过，再见了。然而我才刚走出去2步，江西宁便开口将我叫住。等一下，我给你钱，你带我一起走吧。听了他的话，我立即停下脚步看向他。那就好说了，你能出多少？江西宁犹豫了一下，大哥哥，我是江家的人，只要你能救我出去，我给你1000万。我微微一愣，没想到这女的居然这么有钱。好啊，跟我走吧。与此同时，工地那边来了一个中年男子和10几名浑身缭绕着肃杀气息的保镖。王冲有些诧异地看着为首的中年人。你是江家的供奉杨天宝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杨天宝也同样有些诧异地看向他。你是青龙剑社的王冲是吧？我家小姐前段时间失踪了，我一路找到这太湖山上，既然你也在这里，那就跟我一起找吧。闻言，王冲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找人正好啊！我认识一个姓林的高人，他神通广大，就是称作神仙都不为过。有他在，肯定能找到小姐。只不过那位高人的收费有点高。王冲搓了搓手指，一脸笑容地看着杨天宝。谁料杨天宝听后却是冷笑了2声：你一个靠女人发家的废物，能认识什么高人？我看就是个神棍罢了。我们武者3花聚顶，武器朝元，在你们这些蝼蚁的眼中，称之为神仙，倒也不为过。他旁边的保镖也跟着起哄：我们杨大人可是玄阶武者，徒手便可开山裂石的强大存在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们都找不到小姐？那位林高人就能找到？我看你是傻到被江湖骗子的戏法给唬住了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刚带着江西宁走了回来，就听到有人称我为神棍江湖骗子，忍不住散发出了一丝杀意。区玄阶武者也敢妄议仙人，我就是当场杀了你，你也无话可说。江西宁此时也看到了杨天宝，直接跑过去抱住了他。杨叔，是这位大哥哥救了我，我还答应了要给他1000万当做报酬，你赶紧帮我给他转账。闻言，杨天宝神色微微一惊，满脸不屑地看向我。没想到还有这事，那我宣布1000万酬金作废，张口闭口就是1000万。我看小姐就是被你这奸人绑去的。江西宁顿时急了，他本来还想上前劝阻，可杨天宝却直接让人将他拽到了车里。小姐，人心险恶，等我将这奸人绑回江家审问，真相自会水落石出。说着，他直接就派人冲了上来。那群保镖浑身煞气逼人，手上少说也有10几条人命。然而面对他们的围攻，我的身影瞬间消失，在出现时，他们已经全部倒在了地上，口吐鲜血。我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现在把钱给我，咱们互不相欠；要么我现在把你们小姐干掉，这样也就不算救人了。要钱还是要命，你们自己选吧。此言一出，全场陡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是一脸的震惊与难以置信。杨天宝更是嗤笑一声：小伙子，别有点实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给你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然而我直接无视了杨天宝的话。我现在给你10秒钟选择的时间，10秒过后杀无赦。闻言，杨天宝神色骤然冷了下来。就在他打算动手的时候，工地大门前竟传来了一阵细微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一只胡须发白的老黄鼠狼缓步走到了众人的面前。老黄鼠狼体长足有1米，一双黑溜溜的眼睛中满是人性化的狡黠，他邪魅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众人。你们看我是像人还是像仙啊？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惊呆了所有人，唯有我神色依旧平静。王冲咽下了一口口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黄皮子讨风。江西宁更是紧张万分，但他却并没有害怕，甚至还投来了好奇的目光。在他看来，这里这么多人，还有杨天宝在这，事情肯定会被很快解决。杨天宝站在车头前，眼神锐利地盯着老黄鼠狼，一只畜生而已，无需担心。老黄鼠狼似是注意到了江西宁的目光，诡异地冲他笑了笑：小姑娘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仙啊？就在这时，杨天宝冷哼一声，直接一拳对着老黄鼠狼轰去，装神弄鬼。老黄鼠狼阴恻恻一笑，直接躲过了杨天宝的攻击。杨天宝神情冷漠，一招一式透露着杀机，反观老黄鼠狼则是低调了许多，只是微微侧身躲避。王冲神情紧张地凑到我身边：高人，您认为谁会赢？我面无表情地将目光移向了他。这个老黄鼠狼自始至终都是在玩而已，而那个江家的人已经竭尽全力了，你说谁会赢？江西宁听后顿时急了，直接下车走到了我身边：不可能，我杨叔很厉害的，一手霹雳拳纵横金陵城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将目光移向战场，却见老黄鼠狼面对杨天宝径直轰来的一拳，竟轻描淡写地拦了下来，接着兽爪直接在杨天宝的胸口撕出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。杨天宝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赶忙拉开距离，并在胸口点了几下，将胸口的伤势止住。见到这一幕，王冲不禁倒吸一口冷气：高人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：什么怎么办？当然是继续看戏了。如果一开始杨天宝直接把钱给我，我或许看在钱的份上还会出手相救，可惜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是真的错过了。江西宁惊呼一声，连忙赶过去扶住了杨天宝。就在这时，那老黄鼠狼竟然将目标锁定在了我的身上，碧绿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我：小伙子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仙啊？我皱了皱眉：我不招惹你，没想到你竟敢把算盘打在我的身上。回答我，你看我像人还是
像仙啊！我冷笑了一声，蝼蚁之辈不自量力。说着，我单手急速探出，直接擒住了老黄鼠狼的脖子。老黄鼠狼面色大惊，但不管他怎么挣扎，都无法挣脱出去。而我只是微微一用力，便直接将老黄鼠狼的脖子捏断。这一刻，全场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无比震惊地看着我。我将目光转向了王冲，那8个工人的尸体就是被这老黄鼠狼给控制住了。如今我已经把它干掉，你的项目可以继续施工了。王冲回过神来，连忙恭敬地朝我行了一礼，多谢高人，我这就给你转账。随着王冲在手机上摆弄着，我很快便收到了5亿元的转账消息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后把目光看向了江西宁他们。还有你们的1000万，现在可以给我了吧？不等杨天宝说话，江西宁就生气的怒斥我：既然你能打得过那个畜生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你要是早点出手，杨叔就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了。我冷漠的看向他，所以我为什么要出手救你们？我欠你们的吗？在我眼中，众生皆为蝼蚁，天底下没有人能赖我林峰的账。不给钱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江西宁身为江家大小姐，何曾见过这种场景，顿时有些不知所措。杨天宝强撑着身子站起来，小兄弟，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你护送我们回江家，我可以给你双倍的价钱。我转头看向王冲，江家是不是很有钱？王冲点了点头，江家在整个金陵城都是顶级的家族，1万多亿资产应该是有的。闻言我笑了出来，又将目光看向了杨天宝，要我送你们回去也可以，不过翻1倍可不够，至少也要翻1000倍。此言一出，场中陡然安静下来。杨天宝瞳孔微缩，脸色难看无比。小兄弟，你不觉得自己有些狮子大张口了吗？我语气依旧平淡。狮子大张口这个词太难听了，你现在有求于我，我正常开价，你愿意就成交，不愿意就拉倒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？而且江家资产万亿，我要个几百亿也不算太过分。杨天宝暗骂一声，将目光转向了江西宁。小姐，你拿我口袋的手机通知家里面，让他们直接开直升机过来。我在一旁善意的提醒了一句，别忘了把我的钱也一起带过来，到时候没见到钱，我可是真的会杀人的。江西宁瞪了我一眼，随后便拿出手机拨了电话出去，简单的说了几句之后，便又看向了杨天宝。杨叔，最多半个小时，家族那边的人就能到，你的伤马上就能治好了。闻言，杨天宝顿时松了口气，将目光移到了我的身上，眼中满是讥讽。小子，现在后悔了吗？你本来有一个多赚1000多万的机会，可是却这么白白错过了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人要懂得知足才好。我正准备回对他一句，可一道英气四溢的人影竟走进了我的神视中。我朝着那个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者缓缓走来，他头发雪白，全身上下枯瘦的不像人样，浑身散发着死气，就像是刚刚从棺材里面爬出来的一般。见到此人，众人顿时头皮发麻。杨天宝强压住心中的悸动，阁下是谁？老者没有搭理杨天宝，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，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小小年纪竟能斩杀我培养的2只黄皮子，想必之前那张符纸也是出自你手吧？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老者微微一怔，随后淡淡地笑了一下，念在你小小年纪修行不易，老夫可以不杀你，我那2只宠物的事情也可以既往不咎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你不要再多管闲事了，不然人外有人的道理想必你也清楚。我并没有理会他，只是不屑地笑了笑，因为我也很好奇这个老头的目的是什么，要是能从他身上捞点油水，更是再好不过。老头将目光移向了杨天宝和江西宁，语气阴沉嘶哑，老夫乃是血手人屠叶天星，你们2个小辈要是懂点事，就自己跟我走，省得老夫出手麻烦。杨天宝身子一抖，心脏不由得狂跳起来。江西宁有些紧张地看向了杨天宝，杨叔，血手人屠很厉害吗？杨天宝点了点头，血手人屠是20年前江南省武道界最臭名昭著的人之一，他修炼了一种名为吸血大法的邪功，靠杀人吸血来提升自身的内劲，短短1年的时间，江湖上死在他手下的人足有1000数，哪怕是江南省武道联盟派出地境高手，也没有抓到他。听到杨天宝的描述，几人皆是头皮发麻，也只有我饶有兴趣地看着。在我看来，哪怕他再强再厉害，也不过是弹指就可灭掉的蝼蚁罢了。杨天宝咽了一口口水，人屠前辈，如果我江家曾得罪过你，你完全可以说出来，我可以代表江家给你赔礼道歉。血手人屠阴恻恻地笑了一下，你们江家可没有得罪我，但是你们得罪了别人啊。杨天宝心中猛地一沉，立马想到了江家最大的敌人，同为4大家族之一的秦家。想到这里，杨天宝脸上挤出一丝笑容，难道是秦家人让前辈过来的？血手人屠狞笑一声，看来你也不打算老实跟我走了，那就去死吧。说着，他的身体便以极快的速度窜出，一只大手直接抓住了杨天宝的脖子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天空忽然传来了一阵引擎轰鸣的声音，众人赶忙抬头看去，只见远处的天际竟然有一架直升机正快速飞来。江西宁高兴地挥舞着手，太好了，是家族那边派来救援的人。血手人屠放下了杨天宝，面色凝重地看向了天空，身形迅速远遁而去，直接消失在了茫茫的黑夜之中。我看着血手人屠逃走的方向，决定还是先把钱要到手，然后再去找这个血手人屠算账。想到这里，我指尖一弹，一缕灵气便附着在了他的身上，这样无论血手人屠逃到何地，我都能够将他找出来。而众人看到血手人屠毫不犹豫就跑了，脸上不由得有些懵逼。很快的直升机缓缓地落在了众人眼前，随后在众人的目光下，直升机上下来了7个人，为首的是一男一女，男人一袭白衣，面容俊朗，气质极为不俗，女人则身穿黑色长裙，鹅蛋脸柳叶眉，脸上还涂抹着淡妆，五官精致的像是从画中走出来一般。见到这个黑裙女人，本来还一脸平静的我身子猛地一颤，直接呆立在了原地。陈一诺，为什么一诺会出现在这里？与此同时，陈一诺也是一眼就看到了我，他
他先是一愣，但很快就恢复过来，嘴角还露着一丝冷笑。江西宁兴奋地小跑上去，一下子扑到白衣男人的怀中。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白衣男人揉了揉江西宁的小脑袋，你个小丫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过来能行吗？我本无需关注这个男人的身份，只是陈一诺一直依偎在他身边，让我感觉心中的滋味万般复杂。王冲，这个人是谁？王冲收回了目光，退后一步撤到了我身边。此人是江家嫡子江俊林，未来要掌控江家的人。王冲虽是青龙帮帮主、青龙建设集团的董事长，但面对江俊林这种人，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，自然是不敢多看。我喃喃自语，反复咀嚼着这个名字。那旁边的黑裙女子是他的妻子吗？王冲摇了摇头，不是妻子，是他的未婚妻。据我所知，江俊林应该还没有结婚。闻言，我心中一惊。一诺明明已经结过婚，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，现在怎么又变成江君临的未婚妻了？难道一诺已经离婚了？就在我思考的时候，江俊林也从杨天宝的口中得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。他立马示意几个手下先送杨天宝回去治伤，然后才饶有兴趣地看向我。这位小兄弟，之前是我江家怠慢了，这张卡里面有2000万，算是我江某给你赔个不是。说着，他缓缓走上前，从兜里掏出了一张金卡递给我，随后又把目光看向了王冲。你叫王冲是吧？我听说过你的青龙建设集团，很不错，有机会可以跟我们江家合作。王冲有些受宠若惊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江大少客气了。江西宁生气地过来拉住了江俊林的胳膊。哥，明明就是他见死不救，凭什么还给他钱？江俊林皱眉看向他，宁宁，若不是这位小兄弟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而且人家说的也不错，没有这个义务救你们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人要懂得感恩，不要自以为是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。闻言，江西宁撇了撇嘴，瞪了我一眼。江俊林转过身，在我面前放低了姿态。小兄弟，钱你就收下吧。我看着递来的银行卡没有回话。江俊林的态度显得很是谦逊，他身为一位真正的强二代，还如此能隐忍，的确是十分优秀。可他是一诺的未婚夫，我收他的钱算什么？况且这人看似温文尔雅，却像一个戴着面具的假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将目光移向不远处的陈一诺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陈一诺也在看着我，不过他与我恰好相反，一双眸子中满是冷漠，嘴角讥讽的笑容更是毫不掩饰。这一幕瞬间就被在场几人捕捉到了。王冲突然想到了我刚刚问他的问题，顿时感觉头皮发麻。林高人不会看上了江少的未婚妻吧？一会要是打起来了该怎么办？王冲有心劝阻我，可他又不敢插嘴。江俊林敏锐地注意到了我的视线，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不生气，反而还面带笑容地给我介绍。小兄弟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陈一诺。他说的话很有深意，似是在委婉地提醒我自己的身份，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的面色平淡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是吗，江少？其实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，你的未婚妻是我前女友。江俊林面色一正，王冲、江西宁等人更是震惊地长大了嘴巴。我看向陈一诺，缓缓吐出了一口气。一诺，好久不见。陈一诺走上前来，语气平静。是啊，10年了呢。我看着他冷漠的面容，心中痛苦不已，挣扎了片刻，还是走到了他面前，想给他一个交代。一诺，咱们单独聊聊。陈一诺用力甩开了我的手，脸色冰寒无比。林峰，你脑子有问题吗？少来恶心我！见状，江俊林也凑了过来，语气冰冷。小兄弟，我不管你和他之前是什么关系，但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请你自重，再动手动脚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然而我直接无视了江俊林的话，目光一直在看着陈一诺，最终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一诺，其实10年前我去你家的时候，路上出现了一场意外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。陈一诺冷漠地打断了我的话，别说这些了，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，也不想知道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现在我过得很好，你别来打扰我了。闻言，我握紧了双拳，万般言语都堵在了心口，哪怕我将这些年的事一字不漏地说出来，他也未必会原谅我。我沉默了片刻，最终只能吐出了对不起3个字。陈一诺见我面色痛苦，不由得想起了昨日在川香阁门口见到的一幕，当时他已心死，又恰好赶上江俊林不厌其烦的追求，于是便答应了下来，这才有了今日这一幕。此时他脸上满是讥讽与嘲弄，为了这样一个虚伪的男人，自己竟然傻傻苦等了10年，当真是无比可笑。他最后看了我一眼，随后便将目光移向了江俊林，咱们回去吧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便自顾自地走向了路边的黑色越野车，其他人也跟在他的后面。等到所有人都上车离开以后，江俊林最后冲我笑了笑，林峰，你也看到一诺的态度，你之前没能好好珍惜他，以后我会帮你好好疼爱他的。还有一件事你肯定不知道，陈一诺可是云川陈家的嫡女，你知道云川陈家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皱了皱眉，关于一诺的家世，我其实并没有很了解。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每次我询问起这件事，他都会找个借口搪塞过去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所以你是为了一诺的身份才娶她的？江俊林微微一笑，那又如何？一时间我的杀意再也按捺不住。如果我知道一诺受了半点委屈，我保证你会死，连你背后的江家也会为你陪葬。闻言，江俊林突然笑了出来，丝毫没有在意我说的话。林峰，10月1号就是我和一诺的大婚之日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喝喜酒，也算是祭奠一下你曾经失去的青春。说着，他随手将那张2000万的银行卡丢在地上，转身走入了黑色越野车，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我在原地矗立了许久，思绪纷杂，心里有一种填不满的空虚感。王冲见此微微摇了摇头，走上前来安抚着我。高人，您
您想开点，以您的身份，什么样的女人会找不到？我缓缓闭上双眼，在睁开时，眼里已经恢复了先前的清明。我理都没理王冲，几个闪身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另一边山路上的越野车里，车内的气氛很沉重。江俊林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手指轻轻敲打着车窗框，发出细微的哒哒声。陈一诺语气冰冷：“你要是想发火就发吧，没必要憋着忍着。”江俊林温和地笑着：“一诺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怎么舍得对你发火呢？”陈一诺撇了撇嘴：“那你摆出这副姿态再给谁看？你想的没错，我女儿就是林峰的孩子。你若是介意，我今晚就搬离江家。”听了陈一诺的话，江西宁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负责开车的司机恨不得直接戳聋自己的耳朵，免得听到不该听的事情。可江俊林却并没有生气，反而一脸深情地看着陈一诺：“一诺，你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。关于你的女儿恋恋是谁的孩子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”闻言，陈一诺别过头看向窗外，清冷的脸上充斥着复杂之色。他不得不承认，江俊林就是个完美的男人，不仅不在乎他的过去，而且对他好的也没话说。可他就是对江俊林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江俊林忽然脸上带着诚恳，似有似无地吐槽了一句：“事情都过去了，一诺，你想开一点，不是我背后议论别人，那个林峰恐怕不简单啊，他的实力即便是我也看不透，现在回来很有可能是抱有其他目的。”陈一诺在听完之后，神色明显变幻不定，开始在心中胡思乱想了起来。林峰明明已经消失了10年，现在怎么忽然又出现了？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打算利用我来接近陈家？想到这里，陈一诺只觉得心中痛苦无比。而江俊林看到他的表情，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容：“一诺，我找到了一位神医，或许能有希望治好恋恋的歌舞伎综合症。你一定不能让林峰知道这件事，否则他很有可能拿小恋恋来威胁你。”陈一诺点了点头，谢谢。与此同时，我一路追寻着血手人屠叶天心的踪迹，来到了太湖山的山脉当中。待我的神识扫描到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正坐在一棵大树前调息着身体。先前没仔细观察，这一看我倒是发现了他身体的异样。他似是修炼了什么魔功，武龄分明只有50有余，但生命力已低到了100岁。当然这并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懒得去管。叶天心似乎也发现了有人靠近，瞬间戒备了起来。当发现来人是我之后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发出了阴恻恻的笑声。我还以为是江家的人追来了，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家伙。我歪了歪头，语气淡然：“先前我捣毁你山洞时发现了阴阳双石，把你身上剩余的都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”闻言，叶天心眸子猛地放大，身上的杀意毫不掩饰。我还以为是杨天宝那家伙拿的，他江家派来了增援，我只能认栽。没想到竟然在你手里。既然被你发现了这个东西，那你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。话音落下，叶天心用力踩踏地面，身子猛地窜出，右手成爪对着我的脖子狠狠抓来。然而我却随意地对他挥了挥手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一股巨力竟直接轰在了他的腹部，直接将他轰飞出去，砸在了树干之上，模样凄惨无比。他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惊恐之色。这是传说中的天境高手才会的内劲外放，老夫身为地境后期，竟连一招都扛不住。你究竟是何人？这一刻，叶天心只觉得浑身发冷。他就算再自信，被我如此轻描淡写的打成重伤，也绝不敢放肆。林峰面无表情地走上前，语气里依旧冰冷：“把阴阳双石给我，这是命令，不是请求，你最好掂量掂量。”刚刚那样的攻击，你还能承受几次？其实我并不在乎什么阴阳双石，只是刚刚在工地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冲击太大，我只是单纯的想找个人发泄。这血手人屠叶天心只不过刚好撞到了枪口而已。叶天心的眼里满是畏惧，见我不断逼近，竟直接双腿一软给我跪了下来，不停地磕着头：“前辈，请饶我一命，只要你饶了我，我以后就是你的狗。”但那2块石头我真的没有了。我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看着他。看你如此识时务的份上，只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叶天心连连点头，多谢前辈。前辈尽管问。天心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虽然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往往这种恶人反而才活得最久。你为什么要对那个工地下手？叶天心有些慌张，声音战战兢兢的。因为工地施工动静太大，让我不爽，所以我就暗中搞点小动作。我没有其他恶意啊。我一脸无语的摇了摇头。那是谁让你绑架江西宁的？是秦家的擎天柱，我就是在他那里拿到的阴阳双石。我点了点头。你要阴阳双石做什么？叶天心犹豫了一下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：“前辈有所不知，我修炼的功法名叫吸血大法，能靠吸食人血提升武道境界。但这种功法有很大的弊端，会腐蚀自己的血脉，透支生命精气。我曾获得一位高人指点，只要用这阴阳双石淬体，便可消除这种弊端。于是才向秦家人讨要这东西。”闻言，我捏着下巴略作思索：“帮我把那个擎天柱约出来，等我拿到阴阳双石，你就可以走了。”话音落下，叶天心毫不犹豫的就给擎天柱打去了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，他阴恻恻的开口：“人我抓到了，位置在太湖山这边，你可以过来交易了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随后立马答应下来：“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电话被挂断。半个小时后，山林之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我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穿灰衣的中年人正飞速奔来，来者正是擎天柱。他走到我们近前，扫视了一眼四周，在看到我的时候，面色微微一怔，但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人呢？叶天心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他，而是反问了一句：“阴阳双石带来了吗？”擎天柱点了点头，从腰包里掏出了一个木质的方盒子，里面正装着2块不同颜色的小石头，分别代表了极阴与极阳。叶天心的眼里顿时露出了垂涎之色。擎天柱看了他一眼，脸上没有一丝变化，只是轻笑了一声：“叶天心，你根本就没有抓到人，对吧？”
你不过是想骗我过来抢夺阴阳双石，真当老夫猜不到吗？叶天心心里一惊，既然你猜到了，为什么还要过来？因为我想明白了，靠你这种人办事，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而你又知道我秦家的不少秘密，我今晚过来就是准备除了你以绝后患。说着，他拍了拍手，随后一位灰袍老人从林中深处走了出来。叶天心，好久不见啊！叶天心顿时瞪大了瞳孔。秦坤，他在震惊的同时，心中又有些窃喜，哪怕这次他不将擎天柱叫过来，对方也会找机会除掉自己，而这回却恰好赶上了我在身边。叶天心一脸谄媚地凑到我左侧，恭敬地低下了头。前辈，此人名为秦坤，是秦家上一辈的高人，现在实力估计已经是地境巅峰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多大反应。见到这一幕，秦坤和擎天柱两人皆是眼睛微眯起来。什么情况？堂堂血手人屠，竟然会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小子毕恭毕敬？他们细细地打量起了我，可无论他们怎么看，都看不穿我的境界，只当我是个普通人。擎天柱一脸不屑地嗤笑了一声：“叶天心，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竟然对一个毛头小子卑躬屈膝。”闻言，叶天心不由得笑了出来。两个井底之蛙只会坐井观天，我自然是看出来他是在狐假虎威，但并没有多大反应，只是淡淡地瞥了叶天心一眼，随后便把目光看向了擎天柱二人。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废话，把阴阳双石给我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走了。擎天柱冷笑一声，哪来的脑残？就算是当今盟主也不敢如此跟我说话。我劝你赶紧跪下谢罪，否则我秦家的怒火你承受不起。我摇了摇头，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，下一刻直接就出现在了擎天柱的面前，右手探出，瞬间擒住了他的脖颈。擎天柱震惊的瞪大了瞳孔，一丝声音都发不出。我轻描淡写的将那装着阴阳双石的小盒子从他身上摸了出来，然后随手将它丢了出去，撞在了一棵大树上。擎天柱恢复呼吸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嘴里忍不住喷出一大口鲜血。见此一幕，叶天心无比庆幸自己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。秦坤则是面色骤变，连忙凑到擎天柱身边将其扶了起来。柱子，你没事吧？擎天柱点了点头，一脸阴狠地看着我。虽然我刚刚做的一切让他忌惮不已，但他却并没有过多的畏惧。在他看来，我不过是靠着敏捷的身法弄了他一个措手不及，只要他有所防备，根本就不会给我可乘之机。你究竟是谁？竟敢帮血手人屠抢我秦家的东西？你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祸吗？我将小木盒收了起来，面色平淡地看了他一眼。秦家很厉害吗？跟江家比之如何？擎天柱瞬间反应过来，原来你是江家派来报复我们的。我摇了摇头，这世间天上地下没有人可以指使我林峰。闻言，擎天柱松了一口气，暗自给秦坤使了一个眼色。秦坤心领神会，两人迅速行动起来，一前一后将我包围。擎天柱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语气冰冷：“现在我有所准备，你的身法之术已经无用武之地。”秦坤也是冷笑一声：“小崽子倒是有些本事，可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秦家不是你能招惹的。”然而面对他们的围攻，我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，随后他们二人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飞了出去，将地面都给砸出了一个坑。叶天心在一旁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，要是他现在没服软的话，估计现在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他自己了。此时的坑洞中，擎天柱和秦坤两个人浑身伤痕累累，相互搀扶着爬了起来，看向我的目光中充满了惊骇。内劲外放，你是天境大能。在武道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，天境之下皆蝼蚁，若是他们再敢反抗，我只需动动手指便能轻易捏死他们。叶天心在旁边忍不住痛快地笑了出来。擎天柱，你小子也有今天啊！擎天柱冷冷地看了一眼叶天心，眼神里的杀意已经按捺不住。我没有在意他们的争斗，只是收起了装着阴阳双石的小盒子，随后便打算离开这里。但还不等我走远，身后便传来了叶天心的声音：“前辈，等等我！”另一边的擎天柱等我俩离开了之后，终于是憋不住了一肚子的怨气，一拳便砸在了身边的树干上。真倒霉！要是早知道阴阳双石会被那位前辈拿走，咱们不如直接送给他好了，这样还能结个善缘。秦坤也是一脸无奈的点了点头，你说的没错，如今江家搭上了云川陈家这条线，而那陈家又是云川最强悍的势力之一，族内天境高手不下于一手之数。如果我们再不想点对策，就冲咱们绑架江西宁这事，等江家与陈家嫡女大婚之后，就是我秦家覆灭之际。闻言，擎天柱叹了口气，本来这一次绑架江西宁，就是为了有个对抗江家的筹码，没想到那叶天心竟然反水。秦坤沉默了片刻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我想起来了，江家之所以能够与陈家联姻，正是因为那陈家嫡女陈一诺未婚生女，而她的女儿患上了罕见的疾病，江家正是因为找到了一位神医，这才让陈一诺答应嫁入江家。如果我们在这里入手，或许能改变局面。我记得神医赛华佗还欠我们秦家一个人情，我们可以去找他出山一试，若是能把陈家拉入我们秦家阵营，江家不足为惧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只能请人偷偷干掉这个陈一诺，反正绝不能让他嫁入江家。另一边的我听到叶天心的声音，便回过头看去，脸上闪过一丝不悦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再敢跟着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说完这句话，我转身就走，丝毫没给他解释的机会。叶天心看着我的背影犹豫了片刻，最后还是咬了咬牙跟了上来。前辈，他话音刚落，我迅速回过身子，一把便掐住了叶天心的脖子。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他被掐得面色涨红，声音断断续续。前辈，我想跟你做个交易。闻言，我挑了挑眉，随手将其丢在地上。交易？你能与我交易什么？叶天心从地上爬起来，大口地呼吸着空气。前辈，以您现在的境界，即便是阴阳双石也无法为您提升太多，而我若是没有这至宝，恐怕活不过3个月。所以只要您愿意把阴阳双石让给我，从今以后我叶天心的命就是你的了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我冷笑一声，可惜你的命在我眼前不值钱。叶天心似是
早就料到了我的话，开始极力推荐自己。前辈，我知道自己的命在您眼里不值一提，但在这俗世间，我也是顶级的存在。整个江南市武道界各大势力我都了如指掌，就连武盟都抓不到我。我想这足以证明我的价值。闻言，我沉思了起来。我刚回俗世，现在手下没人，行事的确不太方便。而这个叶天心身为地境武者，来替我处理一些琐事，倒也无不可。见我这般做沉思状，叶天心似有所感，连忙将头扣到了地上。前辈，您就收了我吧，以后你不方便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做。最终我还是点了点头，同意了叶天心的请求。那好吧。见我点头同意，叶天心顿时面露喜色，小心翼翼地看向了我的衣兜。前辈，那这阴阳双石，阴阳双石是不可能给你的，不过你的情况我可以帮你治好。修炼仙法5载，我除了修仙之外，炼药之术自然也是登峰造极。区区武术心法造成的后遗症，对我而言根本不算什么。叶天心一时有些没有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应了一声：“真的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自然是真的。我给你写一张药方，你按照药方抓药，不出半日，你的情况便可以痊愈。闻言，叶天心直接连扣了3声响头，一声强过一声。只要前辈能助我恢复，您以后就是我叶天心的再生父母。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心里了如明镜。这叶天心阴险狡诈，能背叛得了秦家，自然也能背叛我。但我并不怕他反水，在绝对的力量下，一切阴谋诡计都是徒劳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电话一接通，林云瑶惊慌失措的声音便传到了我的耳中：“哥哥，你不要来，他们有好多人，不要管我。”闻言，我心中咯噔一声，不等我说些什么，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道阴沉的男人声音：“林峰是吧？听到你妹妹的声音了没？”我的脸色阴沉，声音如深渊般冰冷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想知道你绑架我妹妹的目的是什么，立刻给我放了她，把我妹妹毫发无损的送回去。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不然我保证会在10分钟内赶到你所在的地方，把你碎尸万段，甚至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都会因你而死无葬身之地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紧接着一阵疯狂至极的笑声传来：“哈哈哈哈！林峰啊林峰，你还真是够嚣张的。本来我还打算告诉你地点让你过来的，但现在我反悔了。我倒要看看你10分钟内怎么赶到我这里来。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，10分钟之内你若是没来，就等着为你妹妹收尸吧。祝你好运。”话音落下，那头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的杀意已经弥漫至了天际。叶天心跪在一旁瑟瑟发抖，大气不敢喘一声。我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先前我早已在妹妹的身上设下了灵气印记，只要妹妹受到生命威胁，灵气印记就会爆发，无论对方是谁，都会被瞬间秒杀。而现在我并没有感受到灵气印记产生波动，这说明妹妹的处境至少是安全的。想到这里，我闭上了眼睛，仔细感受着那抹灵气印记的位置，发现对方就在小平房附近不远。我看向了叶天心：“你去城郊林家村的小平房那里等我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我直接腾空而飞，转眼间便消失在了茫茫夜空之中。这一幕直接给叶天心吓呆了，因为据他所知，即使是天境强者也远远做不到凌空飞行的地步。他喃喃自语：“难道前辈已经是天境之上？”他原本还打算治好隐疾之后就悄悄溜走，可现在这一幕，他忽然觉得当狗腿子好像也挺香的。此时，金陵郊区的废弃工厂内，一个男人放下了手机，眼中满是嘲弄之色，身上还散发着黄境巅峰的气息。他的对面则坐着一位灰袍中年男人，修为更是达到了玄境。除了他们2人坐在主位之外，厂房内还站着30-40个体型壮硕的黑衣大汉，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柄机枪，散发着森然的气息。灰袍中年人看向了接电话的那个男人：“阿达，那小子怎么说的？”阿达嗤笑一声：“这小子是真嚣张，竟然还敢威胁我，说不把他妹妹送回去，就把咱们都杀光。”闻言，灰袍中年人面色一正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根据小鸡他们传回来的情报，这个林峰能够徒手拦下挖掘机，至少也是黄境武者。我们这个配置，就算他实际实力是玄境，也得被打成马蜂窝。阿达点了点头，说来也奇怪，小鸡他们刚收完情报，突然就原地暴毙了，估计是那个林峰在他们体内安放了炸弹吧。简单一番交谈之后，2大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向厂房的一个角落。角落里，林云瑶正面容苍白地蹲在地上，双手抱着自己的膝盖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她本来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，又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？她甚至还天真的以为这帮人只是为了自己的房子。拆迁款我不要了，你们能不能放过我？阿达走到林云瑶的面前，脸上露出了垂涎之色。小妹妹，我们可不要什么拆迁款，你哥哥杀了我们10几号兄弟，这一次我们就是为了找你哥报仇的。林云瑶脸色瞬间变得有些惊慌，脑袋里回忆起了前段时间鸡哥带了10几个人将自己与李小可堵在院子里，而我突然现身相救的画面。不可能，我哥哥明明就放他们走了，怎么可能会杀那么多人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阿达蹲在了林云瑶面前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：“小丫头，你哥哥可是个狠人啊！刚刚电话中还说要过来把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干掉。”闻言，林云瑶心中一颤，十分担心我的安危，她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犹豫：“你们能不能放过他？”阿达的笑声越发贪婪：“让我放过你哥哥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做出一点牺牲才行。”见状，林云瑶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阿达的手在林云瑶的脸上摸了一下，开始解起了自己上衣的扣子。都是成年人了，我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林云瑶一脸惊恐地捂住胸口，逐渐退到了墙角的位置。阿达步步逼近，一边说着，一边开始解开自己的衣物：“你应该还是个生瓜蛋子吧？你哥哥说他10分钟就能赶过来，这10分钟你就负责陪我吧。”然而就在这时，我已经来到了这家工厂的门外，妹妹被威胁的一幕恰好出现在了我的神识当中。我面色阴沉的一脚将门踹开，这一幕瞬间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注意力。灰袍中年人看了我一眼，轻轻挥了挥手，接着数十个保镖快速跑动，将我团团围住。那几十杆机枪也齐齐对准了我。阿达停下了追逐林云瑶的步伐，向我投来了戏谑的目光：“来得挺快啊，
10分钟都没有用到，我正准备跟你妹妹好好相处呢。你既然来了，正好可以在一旁好好观摩，学习一下我高超的技术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沸腾的杀气骤然喷发而出，转而将目光移向了妹妹。对不起，小瑶，哥来晚了。林云瑶洒着泪水，哥，你不该来的，他们有好多人，还有好多枪。傻丫头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哥也一定会救你的。而且就凭这些垃圾，我弹指便可灭之。听到我的话，阿达顿时绷不住了。林峰，你真是无知者无畏，敢得罪我们三口堂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说着，阿达愤怒地挥了挥手，几十个5大3粗的保镖立即朝我逼近过来。然而我却面不改色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当一群人来到我近前后，我的双手急速抽出，直接扇了他们一人一个嘴巴子。霎时间，几十个保镖顿时倒飞数十米，躺在地上口吐鲜血，哀嚎不断。见此一幕，阿达和灰袍中年人相互对视一眼，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抹惊讶之色。林云瑶也震惊地捂住了嘴巴。我将目光冷冷地挪向了阿达两人，声音里尽是杀意。人多如果有用，你那群来我家的小弟也就不会死了。阿达不屑地冷哼了一声，你以为打败几个普通人就无敌了吗？我杀你只需要一拳。话音刚落，他直接单脚蹬地，身体爆射而出，拳头带动狂风呼啸，气势惊人。见到这一幕，在场众人无不侧目，面露震惊之色。这一拳也太猛了吧！废话，阿达大人可是黄境巅峰的武者，这一拳就算是头牛都能打死。这下子看这小子还怎么嚣张！灰袍中年人也是暗自点头，认可了阿达的实力。阿达很快就冲到了近前，对着我的胸口轰了过来。去死吧你这废物！谁料我只是平淡的伸出一只手，很轻松的就将阿达的拳头给抓在手里，随后微微一用力，骨裂声顿时传来，甚至连同他的整条右臂都被震断成了无数截。众人倒吸一口冷气，怎么可能？阿达大人竟然被一个无名小辈给解决了。我平静地看着阿达，还记得我在电话中对你说的话吗？阿达心中一紧，此时此刻他哪里还看不出我的实力，立即对着不远处的灰袍中年人大声求救：阿秋，救我！这小子不对劲。事实上，就算阿达不说，灰袍中年人也准备出手了。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阿达被人干掉。若是我猜测的不错，你应该已经达到玄境初期了吧？小小年纪能达到这种境界的确不俗，甚至比我们的少堂主也差不了多少。可惜你不懂刚则易折的道理，能成长起来的叫做天才，成长不起来就是驼渣而已。你今日遇到了我阿秋，就是你命中的劫。话音刚落，一股属于玄境后期武者的气息瞬间爆发而出，强大的压迫感竟让众人有些感到呼吸困难。众多三口堂成员激动万分，在他们崇拜的目光之中，阿秋一步跨越7、8米，瞬间来到我的面前，狠狠拍出了一掌。我的心中没有丝毫波动，随手将他拍飞出去几10米远，最后重重地撞在厂房的钢架柱上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再没有了任何生机。这一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，怎么可能？阿秋大人可是玄境后期的超级强者，竟然被他一招秒杀了。阿达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声音微微发颤：你难道是地境高手？我没有理会他，双手挥出了数道残影，转瞬间便将阿达浑身的骨头拆了个干净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全身骨头被拆解的痛苦同时爆发而出，疼得他双眼通红。他强忍着痛楚，下令让机枪手瞄准了林云瑶，一脸阴狠地看着我：林峰，你给我住手，不然我就让手下把你妹妹打成筛子。我的神色不变，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。你可以让他们开枪试试。阿达一脸恐惧之色，抱着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，大声怒吼：给我开枪，打死那个女人！机枪手们没有丝毫犹豫，数道火舌接连不断地射向林云瑶。林云瑶面色苍白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可下一刻他身体表面竟然浮现出一层透明护罩，将所有射来的子弹全都反弹了过去。几十个机枪手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自己射出的子弹给爆了头。林云瑶见到这一幕，面色瞬间呆滞下来，随即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将震惊的目光移向我，一脸的崇拜之色。哥哥好棒！阿达难以置信的尖叫出声。不可能，子弹怎么会反弹回去？我脚踩着阿达的胸膛，语气平淡而冰冷。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我说过你不该招惹我，所以现在这种下场你也是能够接受的吧？阿达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大口的喘着粗气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兜里忽然传来了一道手机铃声。我掏出他的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来电人的姓名叫司徒浩。电话一接通，对面立马传来了声音：怎么样，事情办妥了吗？我的声音平淡：你派来的这群人都不怎么行啊，一个个蠢得要死。电话对面一阵沉默，还不等他说些什么，阿达便用全身的力气吼出声音：司徒大人，救救我！阿秋已经被他杀了。吼完之后，他直接疼得力竭虚脱趴在地上，大口的喘着气。听到阿达的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多了一些冷意：放了阿达，然后滚过来给我磕头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闻言，我忍不住的笑出了声。谁给你的勇气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，触碰我的逆鳞，9天10地无人能救你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冷笑了一声，直接捏爆了手机。这时林云瑶小跑着过来，扑进了我的怀中，声音还有些哽咽：哥，吓死我了！我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，安抚着他：有哥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哥，刚刚那个防护罩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我之前在你身上留下的一个小术法，只要你受到生命危险，就会自主激发。以后哥哥也会教你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哥哥会为你找到最适合你修炼的呼吸法，到时候你就能跟哥哥一样厉害了。
与此同时，金陵城区一间豪华的别墅内，司徒浩一脸怒意，一把摔碎了手机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身为三口堂第二堂主的他，何曾被人这么羞辱过？林峰，此仇不报，我司徒浩誓不为人，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衣大汉快步走了进来。司徒大人，江大少要见你，快把他请进来。遵命。看着保镖离去，司徒浩吐出一口浊气，情绪渐渐冷静下来。奇怪，这时候江君临来找自己做什么？虽然说江家一直在暗中支持三口堂，但三口堂并不属于江家的附庸，而是独立于四大家族以外的一个超级势力。很快，一身白衣的江君临就慢悠悠地走了进来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碎裂的手机。司徒堂主，这大晚上的是在生谁的气呢？司徒浩摇了摇头，并不想多说。江少，这么晚过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江君临点了点头，想必司徒堂主也是直性子的人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秦家老爷子也有大半年没有露面了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探探秦家的虚实。闻言，司徒浩心中一惊，江少，这种事我可不敢做主，你得问我大哥去才行。江君临饶有深意的笑了笑，你们三口堂三大堂主貌合神离，我此次前来找你，难道司徒堂主还不懂我江家的意思吗？司徒浩深深地看了一眼江君临，沉默了片刻后才点了点头，我可以去秦家帮你探一探。江君临似乎早就猜到了司徒浩的选择，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直接就站了起来。司徒堂主果然是个聪明人，等秦家灭亡之日，就是堂主彻底掌控三口堂之时。晚上10点左右，我和妹妹一起回到了家门口。等候多时的叶天心见我回来，赶忙从暗中冲了出来。前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冲他点了点头。林云瑶一脸好奇地躲在我的身后。叶天心看到妹妹的目光，老脸上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想必这位就是前辈的妹妹了，果真是貌似天仙的美少女啊！她一连串说了一堆赞美的词语，夸得林云瑶面色发红，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我一阵无语地打断了她的马屁。行了，你是不是把你会的词都说出来了？叶天心坦然一笑，前辈说笑了，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。我拍了拍林云瑶的肩膀，小瑶，她叫叶天心，你叫她天心伯伯就行。别看她这样，其实她才50岁左右，只是因为得病了，才看着比较显老。林云瑶一脸惊讶，原来是这样。天心伯伯，你别灰心，你的病一定能治好的。叶天心看了一眼林云瑶，没有说话。自从20多年前他被灭族之后，就已经没有人关心过他了。如今听到这句关心的话语，他竟感到了些许不习惯。我不想让妹妹和这种老魔头过多接触，于是就摸了摸她的头，让她先回房间去。好了，小瑶，你先去房间洗澡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去学校正式报道。我和你天心伯伯有几句话要说。林云瑶点了点头，小跑进了屋中。叶天心目送林云瑶离去，神色略显复杂。我嗤笑了一声，怎么了？你个老魔头难道也会感动？叶天心干笑一声，前辈说笑了，我倒是觉得血手人图更加符合我的气质。我点了点头，走进屋中，拿出纸和笔，在上面写了一大串的药材，交给了叶天心。你按照这个药方去抓药，买好药再过来找我。叶天心看着手中的药方，情绪激动万分，多谢前辈。我想了想，叶天心混迹江湖那么久，不如向他询问一下三口堂的情报。叶天心，你知道三口堂吗？叶天心心思缜密，立马就猜到了我问这个问题的用意。难道前辈的妹妹就是被三口堂绑走的？我点头承认。叶天心短暂的思索了一下，才娓娓道来，这个三口堂共有3个堂口，每个堂口都有一位地境中期的堂主管理。除此之外，三口堂还有7、8位玄境高手以及10几位黄境。这等实力放眼整个金陵城，也唯有4大家族能够比拟了。以前辈的实力灭掉一个小小的三口堂自然不在话下，但我觉得前辈若非必要，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。我面露诧异，为什么？叶天心压低了声音，据说三口堂的3位堂主与山上的那些隐士宗门有关系，这些宗门历经恒久岁月，代表着大夏国武道界的巅峰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是不会下山的，但却需要一些生活物资，所以世俗间的一些势力就主动为他们供应钱财物资来寻求庇佑。说到这里，叶天心停顿了一瞬，前辈实力如此强悍，想必也是来自山上的某个势力吧？我淡漠地看了他一眼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叶天心心中一紧，赶忙低下了头。行了，你去买药吧。叶天心俯首告退。最后院子内只剩下了我一人，我若有所思，捻了捻下巴。没想到这山里还有隐士宗门的存在，就是不知道跟我一笔相差几何。等这边的事情处理完，去找这些宗门玩玩也不无不可。当务之急还是先吸收阴阳双石。念及至此，我找了一处空旷的地方盘膝坐下，开始吸收这4枚小石头。随着4枚阴阳双石被我轻抛向空中，上面的光晕顿时大放，2金2蓝4缕灵气缓缓钻入我的丹田之中，袋里面的阴阳之力被我吸收一空，我的体表开始弥漫出淡淡的白光，犹如神人下凡。这时林云瑶刚刚洗完澡出来，看到我修炼的这一幕，清澈的眼中满是崇拜。哥哥好仙啊！一夜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我从修炼中睁开了双眼，缓缓吐出了一口浊气。此时天色尚早，林云瑶还没醒，我随手找来了一本记事本，打算为她制作一些护身用的符纸。约莫20分钟过去，笔记本上面已经被我画满了符文。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一连画出这么多的攻击符文，虽然不是很困难，但累还是挺累的。就在这时，林云瑶揉着惺忪的眼睛走了出来。哥，你昨晚在外面待了一夜啊？我亲昵地揉了揉妹妹的头，然后拿出了笔记本。昨晚我一直在修炼，还为你准备了一本攻击符箓。林云瑶接过笔记本，一脸懵逼。什么是攻击符箓？我笑了笑，就是用来给你防身的。以后谁敢对你起坏心思，你就撕下一张符箓抛向对方，
方，然后说一声破就行了。闻言，林云瑶顿时好奇起来，照着我说的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符箓，对着不远处的混凝土石块扔去，然后大喊了一声破，接着只听轰的一声，直径1米多宽的混凝土石块直接被炸成了无数石头渣子。林云瑶惊呆了，哥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？没事，要是再碰到昨天那种事，你不用手软，直接炸过去。林云瑶乖巧的点了点头，随后便拉着我去吃了早饭。从今天开始，林云瑶就会入住学校内的宿舍。吃完早饭之后，我便带着她一起来到了金陵大学，一直送到了女生宿舍楼底下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澈的男声传了过来，这位是新来报道的学妹吧？我们俩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位身穿宽松运动服、面容俊朗的青年笑着走了过来。林云瑶疑惑的眨了眨眼，你是谁？我看了他一眼，并没有说什么，毕竟大学里面一些学长来帮新生拎行李什么的很正常。我叫秦风，经管学院大2的，是你的直系学长。秦风现在心中很激动，他身为秦家的少爷，来金陵大学体验生活，祸害了不少女孩子。在看到林云瑶清纯烂漫的模样后，立马就把持不住心中的欲望上来搭讪。林云瑶点了点头，打了声招呼，学长好，我叫林云瑶。秦风很是热情，学妹今天第一次来，一定对学校很不熟悉吧？我等会儿带你在校园里逛逛。林云瑶看出了对方的意图，直接拒绝了他的好意。不用了，我等会还得去辅导员那里报道一下。闻言，秦风眼睛一亮，那我陪你去啊。经管院系的辅导员我都熟，没人敢不给我秦风面子，有我在你身边保证辅导员对你客客气气的。谁料林云瑶再次拒绝了秦风的好意，不好意思学长，我还有事要忙。闻言，秦风面色瞬间阴沉下来，学妹，你可能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我不耐烦地推了一下秦风，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别废话了，没听到我妹妹的话吗？赶紧给我滚蛋！秦风踉跄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与此同时，周围路过的学生也是注意到了这一幕，纷纷围观上来，皆是面露震惊之色。那不是秦风吗？我的天，这人是谁啊？竟然敢推秦风，他不想活了吗？这个人也太不识抬举了吧！秦风又帅又多金，要是泡我都不知道得多高兴。听到四周的议论声，我大概了解了眼前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货色。林云瑶也是面色难看。秦风缓过神来，直接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脸冰寒地看着我，小子，你敢推我？闻言，我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又是一脚将他踹倒在地，顿时周围众人又是一片哗然。秦风强忍着肚子上的疼痛，面色不善地盯着我。他今天没有带狗腿子，自己又手无缚鸡之力。不过当他听到周围人的对话后，瞬间又自信了起来。这个废物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可怕之处，一旦自己报出身份，他肯定得吓得乖乖求饶。小子，你可知道我？又没等他把话说完，我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。秦风的左脸迅速肿胀起来，一脸的震惊。你有本事再打一次！我微微一愣，长这么大没听过如此过分的要求，果断又抽出去了一巴掌。秦风的右脸也红肿起来。滚远点！秦风双手捂着脸，一脸愤怒地看着我，留下一句狠话后，直接狼狈地逃走了。你给我等着！这是没完！我一脸无语地摇了摇头，然后将目光移向了妹妹。小瑶，对于这种人，你以后不要跟他客气。他如果再来招惹你，你就拿我给你的符箓狠狠地招待他，出什么事有哥顶着。林云瑶乖巧地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了。我揉了揉妹妹的头，与她告别以后，又在学校里面逛了起来。逛着逛着，就来到了学校后门的小吃一条街，一家街角的馄饨店门前。这里是当初我和陈一诺最喜欢来的地方。陈一诺说他喜欢吃馄饨，但我心里清楚，他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当时没钱，而馄饨便宜而已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又是一阵发堵。这时，馄饨店老板娘一脸惊讶地走了出来：“你是当年的那个小伙子？”我笑了笑：“老板，没想到你还记得我。”他笑盈盈地将我请进了店内。哪能不记得？你之前可是经常关照我生意呢。我刚一坐下，还不等说些什么，老板娘就猜到了我要说的话：“加辣大碗肉馄饨是吧？等着。”我笑着点了点头。很快，一碗热腾腾的馄饨便端了上来，味道和当年一样好吃。老板坐到了我的对面，脸上有些疑惑：“小伙子，那个小姑娘呢？”闻言，我手中的汤勺一顿，苦涩地摇了摇头：“被我弄丢了。”老板没有安慰我，只是自顾自地说着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一下子就把你认出来了吗？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小姑娘，她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在看向你时，那双眼睛就像会发光一样。小伙子，大姨也不懂什么情情爱爱，但是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太多的遗憾。有时候，也许只要你肯回个头，就能看到她。”我消化了这些话很久。离开馄饨店之后，我像是想通了什么，决定追寻自己的本心，把陈一诺重新追回来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给陈一诺打去了电话，可电话却直接被秒挂。我不死心，一遍又一遍地打过去，到最后陈一诺竟直接将手机关机。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手机自己响了起来，来电人显示是王冲。我刚一接起电话，王冲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“高人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给你发个地址，有几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肯定让你大吃一惊。”我思索了片刻，想着闲来无事，于是便答应了下来。王冲发来的位置是金陵大酒店，大夏国内为数不多的7星酒店之一，随便一间房的价格都高达2、3千，那些总统套房更是能达到好几万。在跟前台小姐报出王冲的名字之后，我直接被带去了一间总统套房内，里面王冲正坐在里面看着电视，看见我来了之后，立马就将我迎了进来。“高人，您来了。”我点了点头。“什么事情要特意将我叫来一趟？”王冲笑了笑：“我得到消息，陈一诺陈小姐她之所以愿意嫁给江君临，是因为陈小姐的女儿得了绝症，而江家请来了一位神医，说是能治好陈小姐女儿的病，这才让她愿意嫁到江家。”我心里一惊，眼中露出了一抹金光。当年师傅传授了我一招阴阳13针，足以应对天下99%的疑难杂症。如果我能治好一诺的女儿，想必就能将她挽回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王冲，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对我帮助很大，算我欠你一个恩情。”说着，我再度给陈一诺打去了电话。此时陈一诺的手机已经开机了，但他依旧选择了挂断。见
见状，我直接编辑了一条短信发给了他。一诺，我有10足的把握治好你女儿的病，你若是愿意相信我，明晚我在金陵大酒店等你。另一边的陈一诺正在一家西餐厅内吃饭，见到我发来的消息内容后，他忍不住心神一阵颤抖。对他来说，女儿就是他的一切，哪怕他恨我，也不会放过任何能治好女儿的希望。于是他想了想，抬头看向了餐桌对面的江俊林：“你之前说的那位神医什么时候到？”江俊林看了一眼陈一诺，最迟后天。那位神医能100%治好我女儿的病吗？江俊林冲他笑了笑：100%我不敢保证，但那位药云医师可是出自天下医药圣地药王谷，是我求在山上修炼的姐姐好久，花了大代价请来的绝世高人。如果连他都治不好，其他人也希望渺茫。陈一诺点了点头，继续吃起了盘子里的西餐。这时江俊林忽然起身去了一趟厕所，拿出手机给司徒浩打去了电话。司徒堂主，我昨晚让你对付林峰，事情怎么样了？司徒浩沉声回应：我已经派出了堂口内的地境高手云三水，估计这会儿已经找到他了。听到司徒浩那边的行动进度，江俊林只觉得心情舒服多了。挂断了电话之后，他一脸阴狠的喃喃自语：林峰，你一个废物也敢跟我斗，我要你今天就给我死！另一边，我给陈一诺发完信息之后，就直接离开了酒店，向着家的方向慢悠悠的走去。可还没走多远，我忽然察觉到身后走来一道人影，我眉头微皱，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男人正朝着我缓缓走来，正是三口堂派来的地境高手云三水。他面容冷漠，一双眸子死死的盯着我。你是吓傻了吗？看到我来了竟然不跑？我不屑的撇了撇嘴。就凭你，谁派你来的？三口堂还是江家？闻言，云三水的眼睛微眯起来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这些事情你还是留着下地狱去问阎王吧。说着，他直接伸出大手抓向我的脖子。我微微侧头，轻易的躲过了这一击。蝼蚁之辈也敢妄言，现在说出来，幕后指使你的人，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一个全尸。云三水冷漠回应：一个垃圾而已，大言不惭。瞬间，他的气息直接膨胀，体表之下一股气流不断涌动，一拳便朝我轰了过来。惊雷拳！我冷笑一声，根本不屑躲避。当拳头砸在我的身上后，反倒是云三水整根胳膊的骨头尽碎。云三水神色骤变，连忙后退了2步。不可能，我这一拳就算是玄境后期也别想轻易挡下。你一个废物怎么可能挡住我的惊雷拳？我眼中流露着杀意。没工夫陪你玩了，死吧！说着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砸在云三水的胸口，将他的生机彻底断绝。我缓步走上前，将手放在了他的额头上。搜魂术。片刻之后，我收敛了心神。司徒浩，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我今晚就满足你吧。我对着云三水的尸体轻轻一挥手，一阵灵火涌现，瞬间便将他的尸体烧成了一团灰烬。晚风一吹，骨灰顿时飘散开来，再无踪迹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直接一飞冲天，向着城南的方向疾驰而去。与此同时，城南的豪华别墅内，司徒浩正半躺在真皮沙发上，轻轻地摇曳着手中的红酒杯，满脸的轻松惬意。林峰啊林峰，你说你一个蝼蚁与我作对就算了，竟然还得罪了江家，你不死谁死？他喝了一口杯中的红酒，轻笑着摇了摇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已经来到了他的别墅外面，随手清理了一下院子内的保镖后，便一脚踹开了别墅的大门。司徒浩一脸震惊地站起来看着我，你是谁？我有些诧异地歪了歪头。你不认识我？司徒浩在脑中思索了一下，忽然想到了什么。你是林峰？我点了点头，随后就像是在自己家一般，从酒柜中拿出一瓶82年的拉菲，悠哉悠哉地小酌了一口。司徒浩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并没有阻拦。他不是傻子，既然我出现在这里，那就说明云三水已经任务失败了，而且院子内的保镖也都被我清扫一空。想到这里，他心中一沉，你应该还有同伙吧，不然根本不可能独自一人闯进来。外面那些保镖里可全是我第2堂口的精锐。我轻轻摇曳着杯中红酒，不需要同伙，我一人足矣。司徒浩捏了捏拳头，开始活动着身子，倒是够嚣张的。可你嚣张的日子也到头了，你应该不知道吧？我三口堂之所以能如此强势，可不是靠手底下人多，而是我们3大堂主的恐怖实力。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那我只能亲自动手干掉你，给我死！话音落下，司徒浩单脚蹬地，强大的力道让客厅内的大理石地砖都碎成了渣子，整个人借力爆射而出，一拳对着我的头就轰了过来。然而面对这恐怖的一击，我只是将杯中的红酒轻轻一抛，挥洒在半空的酒液瞬间化为了一根红色的冰锥，直接撞击到了司徒浩的拳头之上。司徒浩惨叫一声，整条手臂齐齐爆碎，巨大的痛苦让他连连后退，最后一屁股坐在了地砖之上。他捂住血淋淋的伤口，看着已经消失的右臂，眼中满是骇然。怎么可能？杯酒化剑，以酒斩人，你是天境大能？我站起身，一边摇着头，一边向司徒浩靠近。我可不是天境。司徒浩见我逐渐逼近，面色苍白，额头都冒出了汗珠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语气平淡。事已至此，你说我能干什么？当然是要你的命了。司徒浩咬了咬牙，厉声威胁：你不要逼我，不然我死了，你也别想活。我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这司徒浩难道还有什么底牌不成？不过我并没有停下脚步，因为不管他有什么底牌，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。司徒浩狞笑一声：是你逼我的。说着，他直接从怀中掏出了一块白色的石头，石头上刻满了闪烁着微光的符文，看起来神异无比。我停下脚步，一脸惊讶地看着司徒浩手中的石头，竟然是一块蕴藏着灵气的灵石。这东西如果运用得好，能够助修仙者冲击大穴，洗刷经脉，辅助突破。只不过自从末法时代之后，世间灵石少之又少，没想到司徒浩手里居然有一颗，而且上面还刻满了攻击符文。司徒浩见我怔住了，再次嚣张了起来：看你这副模样，想必也认出我手中的东西了。现在给我滚，不然咱俩就同归于尽吧。我没有
理会他的狗叫。你从哪里弄来的这块灵石？司徒浩嗤笑一声，少在这不懂装懂。这东西叫灵爆弹，内蕴天地之力，一旦爆炸开来，实际威力堪比500公斤炸药，即便你是天境高手也难逃一死。我心中一动，这种灵爆弹肯定不止一个，只要知道是谁制造的灵爆弹，就能获得一批灵石。想到这里，我迫不及待地朝着司徒浩走去。司徒浩没想到我竟然丝毫不惧，心中一发狠，直接将灵爆弹扔了过来。去死吧！然而我只是伸出一只手，很轻易的就将灵石给接了下来。见上面的符文开始亮起毁灭性的光芒，我手指一抹，符文瞬间消失。司徒浩看到我竟然敢徒手接灵爆弹，当即讥笑一声。可没想到等了半天，灵爆弹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司徒浩心中慌了，还不等他说些什么，我直接将灵石收了起来，用看傻子的目光看向了他。他不会爆了？司徒浩面色惨白，不可能，灵爆弹怎么可能会坏？我懒得听他废话，直接一掌拍死了他，并动用了搜魂术。很快，司徒浩就两眼泛白，口吐白沫，躺在地上不停的抽搐。从司徒浩的记忆中，我不仅知道了其他2位堂主的住处，而且也知道了灵石的来历。这种会爆炸的灵石，在武道界也算是一个比较稀少的东西，价值连城。而司徒浩也是在一次大型拍卖会上偶然得到。我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真是可惜了。既然这么稀少，那就看缘分吧。随后我便准备动身去干掉另外2位堂主，可没想到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一群人冲了进来。为首的是一对男女，男人年纪约莫50岁，不胖不瘦，是一位地境后期的武者；女人大概40来岁，体态丰腴，满是成熟女人的性感与魅力，是一位地境中期武者。我面色一正，不会这么巧吧？自己正准备要去找2位堂主，结果对方就送上门来了。第一堂主谭天红眉头微皱，你是谁？其他人呢？不久前他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消息，说司徒浩与江家勾结，打算颠覆3口堂的政权。谭天红对于司徒浩的性格自然一清二楚，根本就没有任何怀疑，连夜带人赶了过来，打算先下手为强。结果没想到往日热闹非凡的别墅，竟然安静的可怕，只有一个人在别墅内。我皱着眉头看了他们一眼，人都被我杀了，想要报仇就直接来吧。闻言，第3堂主周云梅忍不住掩嘴轻笑起来，小帅哥可不许撒谎哦。第2堂口高手无数，司徒浩更是地境中期武者，你说他们都被你杀了？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是哈哈大笑起来，觉得我就像个弱智一样。谭天红漫不经心地看向我，你说其他人都被你杀了，那他们的尸体呢？我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，他们的尸体已经成了灰烬，骨灰被风吹走了。此言一出，众人又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即使是谭天红都是忍不住嘴角微翘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直接对笑得最欢的一个玄境武者挥了挥手，一股灵气瞬间将其包裹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直接化为了一团灰烬，直接被风吹散。这一刻，全场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脸上的笑容都僵硬无比。我嘴角勾勒出一个笑容，看起来很和蔼，但在其他人眼中就像是魔鬼一样可怕。你们怎么不笑了？继续笑啊！我就喜欢看你们笑。谭天红咽了口水，这是什么手段？挥挥手，直接就让一位玄境武者身体自燃。我见他们都没有反应，索性又挥了挥手，这次是2名武者同时自燃，转瞬间便将他们变成了尘埃。见此一幕，他们不由得后退了几步，一脸忌惮地看着我。谭天红吐出一口浊气，脸色无比阴沉，怪不得你敢如此嚣张，原来是旁门左道中的高人。想必这种能让人自燃的手段，应该是巫术或是蛊术一脉吧？这些歪门邪道，对于真正强大的武者是没有用的。顶级武者内劲四海，气血旺盛，非寻常妖邪之法能够伤害。听到谭天红的话，众人瞬间恍然大悟，惊恐是因为未知，而一旦知道原理，自然也就没那么畏惧了。谭天红神色淡然下来，大家运转心法，固守元神，他自然无可乘之机。顷刻间，在场的众武者纷纷运转起了内力，体表覆盖着一层光晕。我看着这群弱智，心中沉思了起来。自己现在身边狗腿子只有叶天星一个，与其灭掉3口堂，倒不如把这些人收为手下，以后指不定还有一些用处。毕竟3口堂也只有司徒浩得罪了我，其他人与我并没有什么仇怨。这时，谭天红忽然开口质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司徒浩现在在哪里？”周云梅也是朝我眨了眨媚眼，赶紧老实交代吧，小帅哥，不然姐姐我可不会留情的哦。闻言，我的身体瞬间消失在了原地，下一刻直接出现在2人身前，伸手掐住他们的脖子举了起来。说了你们又不信，想办法证明你们又自己脑补，非得让我动手吗？这一刻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谭天红和周云梅强忍着窒息感，一脸懵逼之色。要知道，他俩在金陵城内可是绝对的强者，可现在居然被我直接提了起来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谭天红在我身上感受到了恐惧，声音止不住的发抖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我随手将2人丢在地上，接着一个瞬移，直接回到了沙发上，给自己重新倒了一杯红酒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想不想活？谭天红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很快就让自己冷静了下来。前辈，你刚刚那话什么意思？我小酌了一口红酒。很简单，想活就当我的狗腿子，否则我现在就送你们下去陪司徒浩。听到这话，谭天红看了一眼周云梅，不由得沉默了下来。还不等他说些什么，一个玄境后期武者沉不住气，忽然出声：“前辈，你的要求有些太过分了，就算你实力狠。”他话刚说一半，2滴红酒瞬间凝成酒红色的冰锥，刺穿了他的胸膛。我视线扫过众人，我这个人其实很民主，不喜欢强迫别人，你们当然可以拒绝我。说着，我便背对着众人站了起来，开始欣赏别墅内的古董名画。谭天红和周云梅2人对视了一眼，目光微动，这无疑是一个偷袭的好机会。可是他俩刚刚实在是被震到了，心中有些发虚。这时我忽然拿起展柜上的一颗古董珠子，转过身看向他们。这颗小珠子也是古董吗？
藏？谭天红不懂我话里的意思，干笑了一声。司徒浩就喜欢收集这些，我想应该是古董吧。我抬眼冲他笑了笑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送给你吧。霎时间，一股濒临死亡的感觉充斥了谭天红全身，恐惧瞬间涌上他的心头，他本能的直接朝我跪了下来。而就在他跪下来的一瞬间，我将手中的小珠子屈指弹出，擦着他的头顶，砸中了他身后的一位黄境武者。瞬间，那名黄境武者的胸膛直接被贯穿，尸体砸落在周云梅身上，吓得他大声尖叫了起来，身体剧烈颤抖。我一脸歉意的看向他们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刚刚的提议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众人脑中一片空白。谭天红反应最快，直接就将头磕了下来。前辈，以后我就是你的狗腿子了。其他人也接连不断的跪了下来，将头低下。周云梅擦了擦刚才被蹭到的血液，妩媚的朝我走了过来。前辈，你好厉害！然而还不等他碰到我，就直接被我一巴掌扇飞了出去。再敢以下犯上，我就杀了你，知道了吗？周云梅一脸的惊恐。知道了。我思索了片刻，还是上前在每一个人的胸口轻点了几下。你们的命脉都被我布下了一个小禁制，所以最好不要干一些傻事，不然我一个念头就可以要了你们的命。此外，我现在需要大量的灵爆弹，你们去帮我搜寻，谁找到的数量多，我重重有赏。众人心中疑惑，但并不敢多说什么，赶忙点头答应下来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又跟他们简单的交代了几句话，留下联系方式后，便离开了别墅。待我走远之后，别墅内的一众武者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面色十分阴沉。他们费力跑过来一趟，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别人的狗腿子，这谁能受得了？周云梅心有余悸的摸了摸胸口，看向了谭天红，大哥，你说他刚刚那句话是真的吗？咱们身体里真的被他种下了禁制？谭天红摇了摇头，这个人深不可测，不仅是天境高手，而且还会旁门左道之术。他说的话我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玄境后期武者忽然愤怒起身，大堂主，这也太耻辱了！当初四大家族想要收买我们都没有答应，现在居然成了他的狗腿子。周云梅思索了片刻，抬眼看向了谭天红，大哥，要不我们跟玄灵门汇报一下此事？谭天红摇了摇头，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。玄灵门个个狂妄至极，不比刚刚那位前辈好多少，而且我们只是借玄灵门的名头扯大旗而已，想要让他们派出高手帮忙几乎不可能。事已至此，大家也别生气了，你们现在先听话去找灵爆弹，能找到自然最好，找不到也无所谓。明日我会去找明伊赛华佗，看一看我们的命脉究竟有没有出现问题，如果证明那小子只是吓唬我们，那就好办多了。另一边，我在往家走的路上，随手掏出灵爆弹观摩了起来，仔细感受了一下上面传出来的灵力，发现这只是一块下品灵石，可即便如此，放在这末法时代也是极为珍贵的东西了。这块灵石对我来说用处不大，正好留给小瑶洗刷一下经脉大穴，为日后修炼做准备。约莫1分钟之后，我已经走回了家门口，此刻已是晚上9点多。忽然我在空气中闻到了一股血腥味，我顺着这股味道寻找，结果发现菜园子里的杏树下竟然有一滩血迹。我本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，并不准备去查看一番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沉闷的枪声。我回忆了一下，那个位置应该是一处靠水渠的小树林，有一群被国家列为保护动物的猪环住在那里，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。我面色一变，不会有人半夜过来打鸟的吧？想到这里，我赶忙向着小树林的方向飞去。当我赶到这里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一群武者正在进行激烈的打斗，正是叶天星和一群不知什么势力的人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拳拳到肉。在对撞的冲击之下，附近10几棵白杨树都被拦腰轰断。其中一位穿着中山装的老者看向叶天星，语气里面带着杀意：血手人屠，你现在束手就擒，或许还可以活命，不然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说着，他地境巅峰的武道气息轰然爆发，死死地压向了叶天星。叶天星不屑地啐了一口血沫：杨顶天，你堂堂武道联盟的副盟主，为了抓我亲自出面，还组成了2名地境、3名玄境的阵容，我可不认为我投降你就会放过我。此时叶天星的脸上已经满是血迹，整条右臂已经彻底断裂，十分凄惨。他白天的时候根据我的药方去买药，结果没想到武道联盟的人竟在一些药店布下了眼线。杨顶天收到消息，立即带着4位强者过来围攻他。他凭借强悍的实力边打边逃，终于逃到我家这边。武道联盟那边的另一名地境武者冷哼了一声：血手人屠，当年你修炼邪功杀了足有1000人，今晚就是你为那些冤魂偿命之日。闻言，叶天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：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狗东西，收了江家的钱才过来抓我，嘴上却说的冠冕堂皇。如果你们真的自诩正义，为何我叶家当年上下百口人无辜惨死你们不管？杨顶天脸上挂着冷笑：随你怎么说，反正如今这局面是你的报应，给我上！话音落下，其余4名武者立即围攻上去。看到这里，我缓缓走出，不耐烦的声音传到了所有人耳中：大晚上的都不睡觉，在这里干嘛呢？叶天星见我走来，原本脸上的死灰瞬间变成了狂喜，而杨顶天则是挥手拦下了其他人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眉头紧皱在了一起，因为他没有在我的身上感受到一丝的武道气息。可是看到我淡定的样子，又不敢太过武断的下结论，毕竟有些武者能够利用一些心法做到此效果。我看了杨顶天一眼，直接走到叶天星身边：你怎么搞的？买个药买成这样，真给我丢人！叶天星尴尬的老脸涨红，丝毫不敢反驳，只能乖乖的将事情经过都说了出来。不远处的武道联盟众人见叶天星如此乖巧，无一不是面露惊讶之色。杨顶天
天沉声看着我，小兄弟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今晚的事情都不是你能管的，识相的就乖乖离开这里。然而我只是面色平淡的抬头看了他一眼。你知道这人是谁吗？杨顶天以为我不知情，所以将血手人屠所犯下的罪孽说了一遍。此人名为叶天星，外号血手人屠，手下的人命足有1000人不止，是一位人人得而诛之的老魔头。我江南武道联盟已经追杀了他20年了。叶天星听到此话，心中一沉，有些忐忑不安地看向了我，然而我却一点都不在意。你也说是20年前了，当年的事拿到现在说有什么意义？现在此人是我的狗腿子，你们把他伤得这么惨，也算是抵消他当年的罪过了。我宣布，你们之间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。此言一出，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杨顶天暗自聚集起了力量，这么说，你是执意要插手了？我嗤笑了一声，你是脑子不好吗？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你打了我的狗腿子，我插手不是应该的吗？闻言，杨顶天心中的火气更甚，阁下莫非是某个古武大族传人？不是，那是山上宗门的真传弟子了。也不是。既然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凭什么敢说这样的话？当我武道。他话刚说一半，整个人就莫名其妙地飞了出去，直至撞断了一棵粗大的白杨树，才停了下来。见到这一幕，其他4位武道联盟的高手瞳孔微缩，什么情况？副盟主怎么忽然飞了出去？杨顶天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跃起，擦了擦嘴角的鲜血，面色凝重地看着我。是你？我有些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。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2遍，赶紧给我滚蛋，不然就全都留在这里吧。一位玄境后期强者冷哼了一声，直接对我发动了攻击。狂妄的小子，可不曾想他刚冲到我的面前，就直接被我伸手掐住了脖子，一把扔了出去，生死不知。其他几人脸上闪过一丝凝重之色。那位地境武者冷哼一声，正准备出手，却直接被杨顶天叫了回来。地境初期武者止住步伐，一脸不解地看向杨顶天。杨顶天没有过多解释，而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小兄弟，你的实力很强，不过今晚你强行保下血手人屠这种恶人，绝对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们走。说着，他直接转身离开。其他几人见此，忍不住皱了皱眉，但既然副盟主都下令了，他们也不再说什么，赶忙跟了上去。见对方全部离开，叶天星不禁松了口气，立即上前给我恭敬地行了一礼，多谢前辈。然而我却一把将其扇飞了出去。我收你是让你为我办事，不是为了让你给我找麻烦的，知道吗？轻飘飘的话语不带有丝毫的情绪，却吓得叶天星面色苍白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前辈，我也不想啊，实在是武道联盟欺人太甚，都20年了还在追杀我。我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行了，武道联盟的事我会帮你解决，但仅此一次，如果再敢为我惹来其他麻烦，我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。叶天星赶忙点头，不敢有丝毫忤逆之心。随后我们便回到了小院当中，我转头看向了叶天星，随手帮他治好了断臂。药凑齐了吗？他连忙点了点头，凑齐了。说着，他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拿出一个袋子，递到了我的手里。我接过袋子，简单的看了一眼，然后又丢还给了他。将这些药材熬制2个小时，再用其药液泡满身体5个小时，你身体内的隐疾就会康复。不过从今以后，那个吸血大法别再乱用了。你以前怎么样我不管，但既然成为了我的狗腿子，再乱来就别怪我清理门户。叶天星恭敬行礼，遵命，前辈。另一边武者联盟的汽车上，那名地境武者皱眉看向了杨顶天。杨副盟主，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走？那小子虽然厉害，但我们这么多人怕他做什么？杨顶天神情凝重，我怀疑他是天境高人。闻言，车上几人瞳孔骤缩，语气里满是难以置信。应该不会吧？金陵城内除了咱们盟主，怎么可能还有其他天境？况且他还那么年轻。一名玄境武者语气迟疑，杨副盟主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杨顶天摇了摇头，语气愈发严肃。你们以为我之前是怎么忽然飞出去的？如果不是天境高手的内境外放，绝无可能。反正这个人不简单，我们先别管了，只需要将事情上报即可。具体如何，让上面来定夺吧。第2天一早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一来到院子内，就瞥见了盘坐在门口杏树下的叶天星。他昨晚泡过药液之后，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许多。除此之外，他的武道境界更是一下子精进了不少，达到了半步天境的层次。对此我并不意外，叶天星的底子本就雄厚，只是苦于功法后遗症的拖累。而且我开出的那个药方，实际上是炼制通窍丹的简易版本，能够帮人历经通窍。他以此为引获得提升是很正常的，甚至就算是直接踏入天境，我也不会感到奇怪。叶天星似是有所感应，缓缓睁开了双眼，也注意到了我走出来。他现在心中有些膨胀，一下子成为半步天境强者，让他生出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，哪怕是面对我也有了抵抗之力。他站起身，脸上堆起笑容，主动朝我躬了躬身。我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目光看向了他。不错啊，一下子就突破到半步天境，现在一定感觉自己很强吧？叶天星捕捉到我这抹笑意，心中一凛。他看不透我的境界，可我却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虚实，这让他刚刚膨胀的心瞬间冷却下来。不敢，比之前辈还是远远不如的。我淡淡抬眼，语气平淡，你知道这个道理就好，不管你有多强，在我眼中依旧只是一只蝼蚁。叶天星抬了抬头，眼中划过一丝异色，语气带着试探。但是前辈，我现在不知道自己的深浅，能否请前辈帮我打磨打磨？我冷笑一声，抬手就一巴掌将他扇飞了出去。叶天星猛地咳嗽2声，擦了擦嘴角的鲜血，挣扎着爬起来，脸上满是骇然。太快了，他甚至都没看见我是怎么出手的。
他本以为自己突破半步天境能跟我扳扳手腕，却没想到差距竟然如此之大。我抬了抬下巴，语气淡漠：还需要试一试吗？血手人徒连忙躬身，神色愈发恭敬：前辈，天心受教了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冷漠：叶天心，你是一个聪明人，我这个人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。你老老实实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，包括你身上的大仇。我若是开心了，也可以随手帮你解决掉。闻言，叶天心神色有些复杂，他没想到我会主动提起他的仇，以他的本事，想自己报仇根本不可能，即便突破天境也做不到。对方的来历大到他生不出丝毫反抗之心。然而现在听到我的话，他心中却是一动。他不认为我能帮他报仇，但他觉得我年纪轻轻就是天境武者，背后肯定有强大的势力撑腰。若是我背后的势力出手，肯定能帮他解决仇家。想到这里，叶天心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语气无比恳切：前辈，只要你能帮我报仇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思索了片刻后，给他下达了一个任务：你去云川一趟，帮我调查一下云川陈家，我需要知道云川陈家的所有情报。叶天心没有多问，干脆的应了下来，随后直接转身离去。待叶天心离去以后，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陈一诺的电话。昨天我虽然发了信息给他，但他并没有回应，所以我想再试试。而这一次电话竟然真的接通了，我心中一喜，语气都轻快了几分。一诺，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。陈一诺的语气带着疑惑：你昨天发的那条信息是什么意思？本来他是不打算接的，但是一想到昨晚我说能治疗女儿的病，他还是忍不住按下了接听键。我语气无比认真：一诺，我可以救治你女儿的病，我保证绝不骗你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们约一个地方，我现在就可以去见你。陈一诺冷笑一声，语气带着戒备：算了，我可不敢单独见你，万一你要对我做什么，我跑都没办法跑。闻言，我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：那你的意思呢？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，没必要耽误到孩子的病情，你说是不是？陈一诺沉默了片刻，语气缓和了些许：明天你来第一人民医院一趟，到时候不仅是你，还会有其他名医过来，你们可以一起商量。林峰，如果你能治好小恋恋的病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。我心中激动无比，连忙应声：没问题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陈一诺语气不耐，又带着一丝提醒：别贫嘴了，提醒你一句，将军林已经盯上你了，你自己注意点。我心中一暖，笑着打趣了他一下：一诺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陈一诺再次冷笑，语气强硬：你误会了，我是怕你活不到明天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我脸上挂着擦不去的笑容，一诺对我态度的改观清晰可见，不仅肯接我的电话，还提醒我注意安全，这无疑是个好兆头。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很了解他的性格，她就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女人，典型的嘴硬心软。刚才陈一诺提到了将军林，让我忍不住生出了一丝杀意。昨晚搜索了司徒浩的记忆之后，我自然知道暗杀的事情也跟他有关，只是当时时间有限，没来得及跟他算账而已。现在既然一诺都这样说了，我也不介意多等一天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一个地址为金陵市的陌生号码。我一时间有些疑惑，毕竟现在的我在金陵城内可没多少朋友。思索了片刻，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女声，语气带着几分急切：你是林峰吧？我应了一声。你是哪位？电话那头的人见找对了人，语气立马变得严厉了起来：我是林云瑶的辅导员，你妹妹刚才在学校把别人的跑车给炸了，价值300多万，现在对方已经报警，要求你妹妹赔偿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。我语气平淡，丝毫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赶过去。与此同时，金陵大学校门口，一群路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，有人看着地上的狼藉一脸惋惜，好好的一辆法拉利跑车就这么被毁掉了，真是可惜了，据说得300多万呢。还有人语气严肃：这可是故意损坏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得判刑的。现在的女大学生都是这么没脑子的吗？别人搭讪你，不愿意就不愿意，干嘛要拿炸药炸别人的车呢？听到四周的议论声，林云瑶心中开始害怕起来，她紧紧握着李小可的手，有些手足无措。本来她是准备和小可一起出去吃饭的，结果没想到刚走出校门，路边停着的一辆法拉利跑车里就下来了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，对着她和李小可进行性骚扰，甚至还动手动脚起来。林云瑶一时气急，直接就用符箓给法拉利炸了。此时的李小可神色复杂，看着林云瑶，语气带着无奈：小瑶，你这一次的确有些冲动了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携带炸药啊。林云瑶急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声音里带着哽咽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上头就这么做了。李小可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轻声安慰：好了，事已至此，你先别哭，咱们一起面对，没事的。说完，李小可将目光投向旁边的一个女人，语气带着求助：陆姐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那个女人叫做陈露，约莫40来岁，体型臃肿，还戴着眼镜，脸上布满雀斑，正是林云瑶和李小可的辅导员。陈露冷笑一声，语气带着嘲讽：能怎么办？如果是一般的小事情，我还可以想办法帮你们解决，可现在这是小事情吗？携带炸药炸掉别人300多万的车子，这已经是触犯大夏律法了。他又转头看向林云瑶，面色阴沉：林云瑶，你昨天刚刚入学，就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篓子，我已经给你哥哥打完电话了，他应该一会儿就到，到时候该怎么赔就怎么赔，该坐牢就坐牢，你也别心存侥幸了。林云瑶眼眶通红，声音带着委屈：陆姐。他话刚说一半，就被陈露给打断：你也别叫我陆姐，这一次你肯定是要被退学的，至于判不判刑，等会儿警察来了再说。林云瑶整颗心沉到了谷底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竟然已经严重到了这一步。就在这时，那位法拉利车主也走了过来，他穿着白色棒球服，年纪约莫20来岁，一脸轻浮地看着林云瑶：我不管你们退不退学的事情，现在你炸了我的车，这车我买的时候一共花了374万，你先给我赔钱吧。林云瑶慌张地摇头，声音颤抖：我没那么多钱。小青年冷笑一声，语气变得凶狠：没钱你还敢炸我车，活腻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把钱赔给我，我是不可能给你签谅解书的，到时候你就等着坐牢吧。李小可挡在林云瑶身前，强势
势的替他出头。你凶什么凶？大不了我们回去凑钱赔给你不就行了？那个小青年勃然大怒，直接就给了李小可一巴掌。这一巴掌的力道极重，李小可的脸颊瞬间臃肿起来，嘴角更是溢出了一丝鲜血。你敢打我？说着他就要上去拼命，却被陈露给死死拦住了。李小可奋力挣扎，语气激动：露姐，你别拦我，我要跟他拼了！我爸都没打过我，他凭什么打我？陈露冷声呵斥：事情的确是你们不对，别人打你也是活该，你有什么权利还手？李小可面色一正，难以置信地看着陈露，似乎是没想到自己的辅导员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那个小青年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一脸得意，还是老师的素质高啊，不像这两个无脑女大学生。随即他又朝地上吐了口痰，一脸鄙夷，真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吗？老子睡过的女人哪个比你们俩差？给脸不要脸！李小可气得浑身发抖，林云瑶也是一脸愤怒，恨不得再撕一张符箓炸了对方。陈露皱了皱眉，语气愈发冰冷：你们两个摆脸色给谁看呢？本来就是你们的错，你们现在应该讨好别人，征求别人的谅解，知道吗？李小可一脸失望：露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说完，她的眼睛里也流出了眼泪。虽然她性格强势，但终究也只是一个18岁的小姑娘而已。此刻被人打了一巴掌，自己的辅导员又帮着别人说话，这让她愤怒的同时，又充满了害怕与无措。陈露冷笑一声，语气带着嘲讽：自己做错了事，还埋怨起我来了。你这种人能考上金陵大学，不会是作弊来的吧？那个小青年附和着点头，语气轻蔑：肯定是作弊。我建议你们好好查查，金陵大学可是我们大夏国的高等学府，千万别让某些老鼠屎带坏了风气。闻言，林云瑶和李小可两人愤怒之色更甚，但却没法反驳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戏谑的声音传到了众人耳边：发生什么事了？众人纷纷转头看去，发现来人竟然是秦家的纨绔子弟秦风。陈露看到秦风，脸上立马露出了讨好的笑容，快步上前，原来是秦少。秦风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，语气随意：露姐太客气了，叫我阿峰就行了。陈露连忙点头，满是雀斑的脸上露出一丝莫名的笑容，眼神里满是谄媚。那个小青年看到秦风，也立马换上了谄媚的笑容，快步上前打招呼：秦少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秦风故作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走上前轻轻给了他一拳：张秋，你这小子怎么又来我们学校泡妹了？张秋浑然不在意，反而掏出一根华子递了过去，一脸讨好：秦少，这不是仰仗你的威名吗？没有你撑腰，我哪敢来这里泡妹啊？秦风一边接过华子，一边随意开口：话可别这样说，你泡妹跟我可没关系。张秋立即掏出打火机，恭恭敬敬地帮他点烟。秦少说的是。秦风吐了一口烟圈，抬眼扫了一眼围观的人群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人围在这里？是不是你欺负我的小学妹了？闻言，张秋立马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语气里满是委屈，刻意将自己塑造成了受害者。秦风听完不屑地笑了笑：我当是什么大事呢？不就是一辆破跑车吗？你至于这样吗？张秋连忙附和，语气讨好：那辆法拉利跑车对于秦少来说自然是9牛1毛，不值一提，但对于我来说可太珍贵了。见到这一幕，我妹妹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。昨天来学校报道的时候，这个秦风就曾过来骚扰她，但是被我打跑了。临走前他还放下狠话，说不会就这么算了。现在秦风在这个时候出现，难免不让人怀疑这件事就是他主导的。就在这时，陈露惨笑着凑了过来：秦少，我知道你的本事，要不你帮我这2个学生吧，也就是你一句话的事。秦风抽了一口烟，戏谑地看了林云瑶一眼：这种小麻烦对于我来说虽然不值一提，但我又不是烂好人，凭什么帮他们？陈露见此，立马将林云瑶拉到一边，语气严厉地威胁：这个秦少来历惊人，你要是不想事情闹大，就去求他帮忙，不然你就等着退学吃官司吧。林云瑶抿了抿嘴唇，脸上满是不情愿。可当他看到满脸伤痕，依旧在默默流泪的李小可时，心中的坚持瞬间瓦解了。他不想连累到李小可，对方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，还因为他挨了打。犹豫了一会儿后，林云瑶咬了咬牙，走到了秦风面前：秦风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？秦风嘴角微翘：帮帮你？你就是这样求人帮忙的吗？林云瑶抬起头，眼神里满是慌乱：那你想怎么样？秦风冷笑一声，语气带着挑衅：我不想怎么样，先等你那个牛逼哄哄的哥哥来了再说吧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不能像昨天那么嚣张。听到这话，林云瑶几乎可以肯定，今天这件事就是秦风主导的，只不过他不仅上了当，还炸了别人的车，直接失去了平等对话的权利。想到这里，他心中一阵后悔，自己就是一个平民家的苦丫头，为什么要这么冲动？为什么要去得罪这种富二代？如果当时自己能忍一下，或许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了。秦风对着林云瑶戏谑地勾了勾手指：你先过来。林云瑶慌张地摇了摇头，脚步往后退了退，不愿意过去。他不知道秦风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事情，心中满是恐惧。见状，陈露立马厉声呵斥：你在搞什么？秦少叫你，你没听见吗？张秋也冷哼一声，语气凶狠：秦少让你过去，你还不乖乖过去？你是不是想死啊？我告诉你，在金陵城，秦少有10000种办法玩死你。说完，他大步上前，直接揪住了李小可的头发，狠狠往地上一扔。2个臭女人还装清纯呢，笑死我了！李小可坐在地上，神色苍白，头皮撕裂的痛苦让她脸上流满了泪花，却不敢出声反抗。林云瑶死死握着手中的符箓本，指甲几乎嵌进肉里，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再用符箓反击。就在这时，我已经来到了现场，直接穿过人群挤了进来。当我看到满目泪痕、受尽委屈的妹妹，以及坐在地上无声流泪的李小可之后，我的神色瞬间阴沉了下来，周身的气压也低了几分。秦风看到我到来，脸上的笑意越发
发嚣张，悄悄地给陈露使了一个眼色。陈露立即会意，快步迎了上来，一脸高傲地看着我：“你就是林云瑶的哥哥吧？”我没有理会他，随手将他推到了一边，径直走到妹妹身前。林云瑶看到我来了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我轻轻帮她擦了擦脸上的眼泪，语气温柔却又带着坚定：“什么也别说了，不管是因为什么引起的，今日欺负你和小可的人，一个也别想跑。”说完，我又走到李小可身前，轻轻将她扶了起来。李小可声音哽咽，眼神里满是委屈。在我记忆中，李小可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小女孩，可现在却哭成了泪人，而且脸颊红肿，嘴角溢出的血迹还没干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我语气柔和，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：“没事了，告诉我是谁打的你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李小可鼻子一酸，哭得更加厉害了。不过她却用手捂住嘴，一双满是泪花的眸子直直地看着我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她心里清楚，秦风的来历很大，比学生会长谭子明也差不了多少。她不想我为了他去得罪这种惹不起的富二代，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。看着李小可梨花带雨的模样，我的表情越发冷漠，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波动。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此刻心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极致。我抬眼看向四周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迫感：“是谁打他的？”张秋不以为然地走了出来，双手插兜，一脸不屑地看着我：“是我打的，你能怎么样？狗东西，装什么凶呢？”旁边的秦风则是一脸戏谑地看着这一切，等着看我出丑。可下一刻，他的瞳孔骤然缩起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。只见我一个跨步，瞬间就冲到张秋的面前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整个人拎了起来。1秒之内，瞬间抽了他10几个大嘴巴子，硬生生将他的脸打成了猪头。见到这一幕，在场围观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。他们看着满脸血肉模糊不成人样的张秋，一个个浑身发冷。在经过短暂的震惊之后，场中的吃瓜群众又是小声议论起来：“这人是谁啊？怎么那么猛？你刚刚没听到吗？他是那个女大学生的哥哥，估计是看到自己的妹妹受欺负，所以气血上头了。真无语，妹妹无脑就算了，这哥哥竟然比他还无脑，把人打成这样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据说这个被打的人家里面还很有钱呢，在金陵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这对兄妹惨了，这辈子估计没有翻身的希望了。”众人的议论声也是瞬间惊醒了秦风，他此刻除了惊悚之外，更多的却是兴奋，甚至内心都忍不住的狂笑了起来。他悄悄抬肘，暗中推了一下边上的陈露，陈露瞬间领会了秦风的意思，连忙上前扯着嗓子冲着我大吼：“林峰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随手将几乎晕厥的张秋扔到了地上，居高临下的看向陈露：“你是谁？”陈露挺直身子，语气里带着几分高傲：“我是林云瑶的辅导员陈露，我叫你来是处理事情的，不是来打人的，你还有没有素质了？”我平静的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。对了，我倒想问问你，身为辅导员，看到自己的学员被人打成这样，你都不管的吗？闻言，陈露忍不住嗤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嘲讽：“怪不得妹妹这么无脑，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更傻的哥哥。你妹妹有错在先，我凭什么要管？”听了他的话，我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，周身的寒气却愈发浓重。既然如此，那接下来你也什么都别管了，再废话一个字，我保证下一个躺在地上的就是你。陈露脸色一白，却依旧强装硬气：“你这叫什么话？林峰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惹了大祸了。你知道你打的人是谁吗？”我挑了挑眉，一脸戏谑的看着他：“我打的人是谁？背景很大吗？”陈露以为我是怕了，当即露出了不屑的笑容：“你打的人叫做张秋，是张明的儿子。你知道张明是谁吗？张明是青龙建设集团总裁，位高权重，资产好几个亿，是你得罪不起的存在。”此言一出，场中围观的吃瓜群众皆是倒吸一口冷气，议论声瞬间炸开。青龙建设集团对于他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，那是绝对不可直视的存在，垄断了金陵城的建设行业，是首屈一指的大集团。经常能够在新闻上见到有关这个集团的报道，把这个集团总裁的儿子打成这样，几乎可以预料到我的下场了。我面色阴沉，嘴角的冷意更甚。青龙建设集团的总裁？陈露一脸讥讽，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。不错，就是青龙建设集团的总裁。这下你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祸了吧？这时张秋也从晕厥中清醒过来，他满脸是血，嘴角歪斜，说话口齿不清，一双眼睛怨毒地盯着我：“你敢打我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旁边的秦风早已笑开了花，愈发佩服自己的算计，他就喜欢这种在幕后主掌一切的感觉，只需要等着我陷入绝望之际，再主动出手帮忙，到时候不仅能装一波，还可以尽情羞辱我，狠狠出一口恶气：“林峰啊林峰，我随便一个小弟就能轻易捏死你，你拿什么与我斗？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是怎么跪下来求我帮忙的。”林云瑶拉了拉我的衣角，眼神里满是担忧，生怕我真的惹上无法摆平的麻烦。我轻轻摇了摇头，示意他别担心，随后拿出手机拨通了王冲的电话。现在这件事已经严重到让我起了强烈的杀心，如果王冲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那青龙建设集团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与此同时，青龙建设集团内的董事长办公室里，王冲正坐在椅子上悠闲地看着手机，结果突然接到了我的电话。当他听完我所说的事情后，唰的一声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神色震惊到了极点。挂断了电话之后，他还愣在原地喃喃自语：“完了，高人的妹妹被打了，还是被集团内的总裁儿子给打了。这个张明是最早一批跟着他混的小弟，因为业务能力不错，他一路将其提拔上来，却没想到张明的儿子竟然给他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。”王冲彻底慌了，他一边对着门外嘶吼让黑丝秘书赶紧备车，一边快速拨通了张明的电话，语气不可置疑：“张明，现在赶紧给我到金陵大学去，我在那里等你。”电话那头的张明一脸茫然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董事长的语气怎么这么不对劲？就在这时，
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正是他儿子张秋打来的。电话中，张秋口齿不清地说自己在金陵大学门口被人打得很惨，让他赶紧过去报仇。张明心中一动，瞬间有了猜测，难道董事长是提前知道小秋被打，所以要亲自前去帮小秋出头？董事长也太客气了。张明不禁得意地笑了笑，也没多想，立马驾车向着金陵大学赶去。此时的金陵大学门口，我刚一放下电话，陈露就凑了上来，一脸不屑地上下打量着我。怎么，你这是在打电话找人吗？看你这副穷酸样，我劝你还是别装了，根本没人能帮得了你。我看着陈露，眉头微微皱起，开始在心里推测，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我妹妹的辅导员，就算我妹妹炸了别人的车这件事不占理，她也不可能对我如此冷嘲热讽。此刻陈露的这番举动，倒像是特意在针对我一般。就在这时，我眼角的余光注意到了人群中看戏的秦风，他眼神里满是戏谑，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。我的眉头拧得更紧了，瞬间明白了其中的猫腻。陈露见我不说话，态度越发嚣张，怎么，你心虚了？我抬眼看向他，语气平静而冰冷，是我妹妹得罪过你，还是我曾经得罪过你？陈露冷笑着摆了摆手，眼神里满是不屑，你们兄妹俩可没资格得罪我。我向前逼近一步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从我过来到现在一直在这里冷嘲热讽？陈露挺直胸膛，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。因为我是凌云瑶的辅导员，我不允许我的学生做错了事情，还一副理所应当的模样。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？我缓缓点了点头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理由是挺充分。话音刚落，我抬手就一巴掌扇了过去，直接将陈露扇飞出去2米多远。他捂着脸，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。你敢打我？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打你又如何？陈露被彻底激怒，不管不顾的就要朝我扑过来。我跟你拼了！结果还不等他走到我近前，我又是一巴掌将他扇飞了出去，而且这次扇得更远。他重重摔在地上，嘴角溢出鲜血，挣扎了半天也没能爬起来。见到这一幕，场中众人皆是眼前一黑，心中满是震撼。这小子胆子是真大，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吗？这下子彻底无法收场了。林云瑶和李小可顿时感觉心中出了一口恶气，但更多的却是担忧。他们担心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无法收场。李小可擦了擦眼角的泪花，语气坚定地开口：小瑶，你别怕，我来想办法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快速拨了一个电话出去。其实李小可的身份并不简单，她是金陵城4大家族之一李家的嫡系，或者说是私生女更恰当一些。她的母亲叫刘小慧，虽是农民家的孩子，却长得十分漂亮。20年前，刘小慧来金陵城打工，无意间引起了李家2少爷李如海的注意。当时的李如海年少多金，长相帅气，几番花言巧语之下，就拿捏了刘小慧。不久后，2人就发生了关系，生下了李小可。刘小慧本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却没想到李如海其实早已经结婚，还有了一个儿子。李如海承诺要包养刘小慧，却让他彻底心死，决定彻底与李如海断绝关系。这18年来，刘小慧带着李小可一路跌跌撞撞，如今也算是过得还算滋润。就在不久前，李如海重新找到了刘小慧，希望可以破镜重圆。可性格倔强的刘小慧并不愿意搭理他，于是李如海又将目光放到了李小可身上，给了他自己的电话，让他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去找他。其实李小可心里非常讨厌这个父亲，可现在为了帮我摆脱眼前的危机，他只能放下心中的成见，求助这个自己最不想联系的人。电话很快就接通了，还不等李小可说些什么，李如海激动的嗓音便传了过来：小可，你终于愿意给爸爸打电话了。李小可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复杂情绪，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委屈：我被人打了。李如海的声音瞬间变得暴怒，语气里满是戾气：什么？谁敢打我李如海的女儿？小可，你别怕，告诉爸爸你现在在哪，爸爸马上就过去。李小可声音哽咽：我现在就在金陵大学门口。知道了，我现在立即过去，你在原地等着，千万别再跟人起冲突。李如海说完就急匆匆挂断了电话。此刻的我并没有注意到李小可的动作，正准备上前再踹陈露一脚，然而就在这时，人群外围突然传来一阵轰动，紧接着2个中年男人快步走了进来。见到来人，四周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，众人瞳孔微缩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，纷纷低声议论起来：我的天哪，这人不是青龙建设集团的董事长王冲吗？我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他，既然这位是王董事长，那他旁边的肯定就是青龙建设集团的总裁张明了。连王董事长都亲自过来了，这个张明的面子也太大了吧。与此同时，张秋也是看到了2人的到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抱住了张明的裤腿。爸，我被打得好惨，牙齿都掉光了。张明面色冰寒，一双拳头握得滋滋作响。虽然电话中儿子说了自己被打得很惨，但他并没有多想，以为儿子是故意这样说的，好让他心软。可没想到居然真的被打得这么惨，甚至连人样都快看不出来了。张明目光冷扫四周，语气冰寒入骨：是谁敢打我张明的儿子？我腻了吗？作为青龙建设集团的总裁，跟着王冲最早一批的元老级人物，他自然也是混过道上的。年轻的时候手里不知道有多少条人命。陈露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手指着我的方向，脸上满是兴奋：张总裁，就是这个人。他不仅炸了张秋的车，还给了张秋10几个大嘴巴子。张明眼睛微眯，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：就是你打的我儿子。我并没有搭理张明，而是将目光移向王冲。看到我仿佛要杀人的目光，王冲只觉得如坠冰窖，整个身体都在发冷。他咽了咽口水，刚想说些什么来解释一下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张明却冷哼一声，语气里带着质问：我跟你说话，你看我董事长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看你这眼神，你还想打我董事长不成？我抬了抬眼皮，上去就给了王冲一脚。你猜对了。王冲一个
控制不住，直接跪在地上，疼得整张脸都扭曲了，一个劲的干呕。见到这一幕，全场所有人都是长大了嘴巴。紧接着，一股巨大的惊恐感袭上脑海，这个人是疯了吗？连青龙建设集团的董事长都敢打，关键别人董事长从出场到现在一句话也没说啊，这也太冤了吧！人群中，秦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“林峰，你现在越嚣张，等会就越惨。”这时张明也反应过来，连忙去扶王冲起来，可没想到王冲一站起来，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随后指着他的脸怒吼：“你给我滚！”张明捂着脸，脸上写满了茫然。董事长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场中其他人也是一脸懵逼，就连秦风、陈露、张秋3个人也搞不清楚状况。可下一刻他们就懂了，因为王冲在甩了张明一个大嘴巴子之后，立即就对着我弯下了腰，脸上满是紧张和谄媚。高人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好冤啊！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你在跟我解释什么？我跟你很熟吗？闻言，王冲的面色难看到了极点，他好不容易才和我有了一点交情，结果就因为张明的蠢儿子给毁掉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猛地转头看向张明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：“张明，带着你的蠢货儿子一起跪下来，给林少道歉。”张明吓得一个嘚瑟，终于是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。他没想到我的存在竟能让王冲如此恐惧。见此一幕，陈露面色苍白，下意识地看向了人群中的秦风，而秦风则无视了陈露的目光，心中暗自思索：江南省的林姓大族似乎金行氏的林家，难道林峰是金行氏林家的人？他眼睛微眯，心中并不畏惧。林家虽然强，但他秦家也丝毫不弱，而且这里可是金陵城，还轮不到林家的人来撒野。就在这时，张明带着儿子张秋齐齐给我跪了下来，两人面色苍白，浑身不停发抖。张明低着头，声音里带着哀求：“林少，犬子无意中得罪了你，还请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一次。”张秋吓得浑身发抖，语无伦次的求饶：“林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我冷冷地看着张秋：“你为什么平白无故要惹我妹妹？是不是有人指使你？”闻言，张秋瞬间有些慌乱，不自觉地咽了口水：“没有，我就是看林少的妹妹长得好看，所以就想着搭讪一下，并没有其他想法。”我叹了口气，身上的杀意已经开始扩散。我最后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张秋额头上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，支支吾吾的不敢说话。张明见到儿子这副模样，心中咯噔一声，直接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：“你这个逆子，赶紧向林少交代，是谁指使的你？”张秋心中一发狠，像是豁出去一般咆哮出声：“是秦风让我做的。”秦风说这个女大学生不给他面子，要我今天过来教训教训她。我什么也不知道啊！如果我要是知道林云瑶是林少你的妹妹，打死我也不敢来啊！林少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张秋说完之后，整个人像是瘫软了一般，趴在地上痛哭流涕。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的他，哪曾遇到过这种事情？就连他最依仗的老爹都要跪在我的面前。此言一出，张明面色一片死灰，连带着旁边的王冲都是心中一紧。就在这时，秦风慢悠悠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脸上挂着嘲弄与不屑：“不错，就是我指使他的，你能怎么样？”我眼神平静，嘴角挂着一丝冷意：“我就知道是你，看来我昨天还是对你太友善了。”闻言，秦风面色瞬间阴沉下来。当时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我一把推倒的事情，让路人拍照片上传到了学校论坛，因此丢尽了脸面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语气冰冷刺骨：“林峰，我不管你是哪一个大族的人，在金陵城内得罪了我秦风，你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。昨天我一个人单枪匹马让你逞了英雄，你以为同样的错误我还会犯第二遍吗？”说着，他拍了拍手，人群中立即冲出来了10几个壮汉，每个都有1米8几，体重接近200斤，看起来就像一座小山一般，压迫感十足。里面还有一名黄境武者。见到这一幕，在场的众人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见状，陈露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快步走到秦风身边：“秦少，你早就应该出来了，让这小子装了那么久。”李小可和林云瑶见此，立即皱起了眉头：“辅导员，原来你也是秦风的人，怪不得你一出来就一直在偏袒张秋。”陈露冷笑一声，语气带着不屑与嚣张：“不错，谁让你们得罪秦少的？以秦少的身份得罪了他，你俩就别想好过。”虽然以他的身份当众说这样的话很不合适，但他却一点也不在意，因为有秦风罩着，即使是校长也不敢开除他，甚至只需要秦风一句话，他马上就得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。秦风双臂环胸，脸上满是讥讽：“林峰，看到了吗？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我随便施展点小手段，就把你耍得像猴子一样团团转。”他身后的10几个大汉亦是满脸的不屑，目光里充满了轻蔑。我眼神一冷，语气里带着浓浓的杀意：“很好，今天不仅是你，连带着你背后的秦家都要为你此刻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。”秦风脸上露出一抹狞笑，语气不屑：“就凭你！”说着，他冲身边的保镖摆了摆手：“给我狠狠打，打死了算我的。”此言一出，除了那个黄境武者之外，其他10几个大汉立即攥紧拳头，面露狰狞凶恶的笑容，朝着我围了过来。其他凑热闹的人见到这一幕，皆是面露不忍之色，一些胆子小的更是捂住了眼睛，害怕看见血腥的一幕。然而下一刻，我的身子忽然变得虚幻，直接冲到了10几个大汉之中，顷刻间便将他们全都放倒在地。秦风被气得浑身发抖，周围吃瓜群众投来的目光像针扎在他身上一样。这时秦风身旁的那个黄境武者缓缓开口：“秦少，无需在意，这个林峰也就是身手矫捷，力道大了一点而已，对付这样的人根本不值一提。”秦风面色缓和下来：“秦露，你有把握吗？”秦露声音平淡：“小少爷，你这就是在羞辱我了。对付这种人，我只需一拳便可击败他。”
秦风眼中寒光乍现，抬了抬下巴。那好，交给你了。我不希望待会儿还看到他能站着跟我说话。秦璐点了点头，迈开步伐朝我走来。我随手推开身下还在哀嚎的大汉，神色平静无波。区区黄境武者，在我眼里甚至还不如蝼蚁。秦璐额头冒出青筋，狂妄的小子。说着，他直接朝我冲了过来，沙包大的拳头径直砸向我的面部。然而我只是轻描淡写的伸出右手，直接就抓住了他的脖子，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。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，我手下随便一个狗腿子都足以碾压你。话音落下，我随手一甩，将秦璐扔飞出去10几米远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，眼神里满是震惊，心中想来早已翻江倒海。秦风更是身子控制不住的发抖，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。你也是武者？我缓缓走到他面前，摇了摇头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嘲讽。我不是武者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抬手便是一巴掌扇了过去。秦风痛苦喊叫，脸上血肉模糊。我一步步朝他走近，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一丝警告。我昨天给过你机会，可惜你不大聪明。秦风看着我一步步走近，眼神里的慌乱愈发浓烈。你别乱来，我可是秦家的少爷，我爹是秦。不等他说完，我便打断了他的废话，抬手又是一巴掌扇出。你爹就算是秦始皇，我也要揍你。秦风再次被我扇飞出去，这一次虽没飞太远，却重重撞在校门口的石墩子上。我清晰地听到一阵骨头断裂的声音，围观群众当即发出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，想来是被这一幕吓得头皮发麻。秦风捂着自己的右臂，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嘴角不停往外吐血，脸色惨白如纸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心中的恐惧已经达到了极点。他大概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可我依旧没有停下脚步，继续朝他走去。秦风彻底慌了，心理防线瞬间崩溃，连忙跪地求饶：“林少，我知道错了，有话咱们好好说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我都满足你。”见我依旧没有停下，他哭得愈发狼狈，连连磕头。不远处的张明咽了一口口水，身子微微发抖，眼神里满是庆幸。幸亏他当初听了王冲的话，毫不犹豫地带儿子跪下求饶，不然今日这般狼狈的便是他。他身旁的张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眼神里却藏着几分幸灾乐祸。若不是秦风把他叫来，他也不会被打得一口牙都没了。如今见秦风落得这般下场，他心中反倒有几分快意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地求饶的秦风，语气淡漠：“当初设计我妹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今天？”秦风连连磕头求饶，早已没了往日嚣张。我转头看向王冲，把他们全都带回去，打电话告诉秦家，这事不给我一个交代，秦风走不了。王冲连忙应下，令人将所有人带走。我将林云瑶搂在怀中，放心吧，小瑶，有我在，没人能让你受委屈。林云瑶用力点头，眼里的泪水终于止住，露出了安心的笑容。李小可也凑了过来，脸上的委屈渐渐消散，对着我露出了感激的笑容。我抬眼看向远方，心中已然有了盘算，明日就回一诺的女儿，我便清算所有仇敌，执掌风云。